欠过债的都知道，欠8万压力大，欠80万压力山大，但是欠8000万，银行也得管你叫爸。陈阳刚穿越，银行就错转给他8000万施工款，他不但不还，还反手拿去买下一栋烂尾楼。只因陈阳绑定了欠债不还系统，只要欠钱就能用积分兑换跨时代的科技产品。雨夜，陈阳狼狈地往楼顶上跑，身后一群黑衣人拿着棍棒追击，一直跑到楼顶边缘。陈阳停下来，转身看向身后追击的众人。杀了我，你们也拿不到钱。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证明我的发明更安全、更廉价。不用你证明，你死后，你的发明就会用来抵债，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陈阳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简陋出租屋内。这是哪里？我丢，我没死啊！一旁的短信狂响，陈阳拿起手机，我靠，40万欠款，这跟杀了我有什么区别？这时陈阳面前出现一块虚拟板子，丁，欠债不还系统激活，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奖励，是否抽取新手奖励？系统，我靠，穿越了！陈阳激动地看着系统大转盘。丁，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奖励，临时欠款8000万元。你丫管欠款8000万叫奖励？前世被追债就算，重活一世还特么欠债？陈阳震惊地看着手机上的到账提示。你来真的？不对啊，为啥会是市政给我打款？难道这是银行欠款？临时欠款8000万元已到账，被追回倒计时59分59秒。搞咩啊？8000万是欠款就算了，1小时内还要被追回？宿主可以在时限内想办法保住这笔欠款，系统每天0点自动结算欠款积分，欠款越多，积分越多，1万元等于1积分。保住？这笔钱可是市政工程款，我拿命去保。系统沉默，不再说话。这钱不能动，动了得坐牢。陈阳看了眼系统界面1纳米芯片光刻技术，售价1500万积分，包含各种制程工艺与技术资料。舒适型空天战机技术，售价800万积分，可代替火箭进入近地太空。多功能医疗舱技术，售价500万积分，可治愈98%已知疾病。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花这钱可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干坐牢也得干，可怎么才能保住这8000万不被银行划走？王氏地产资金断裂，恒雅兰宣烂尾，工地或将停工。有了，陈阳立刻搜到恒雅兰轩售楼处电话，拨打过去。业主您好，不用担心房子懒的事情，云海集团会收购恒雅兰轩，房子会继续盖完，请您。我要买楼。是的，您不用担心，我们会妥善。抱歉先生，您说什么？8000万，这个烂尾楼我要了。王蓉蓉带着2个保镖来到陈阳的出租屋门口。老板，咱们不会是被骗了吧？虽然云海集团压价了，但是怎么也比这个靠谱吧？王蓉蓉脸上划过一丝疑惑。这时陈阳打开门，王总是吧？进来吧。王蓉蓉站在门口，看着房间里破烂的环境，几人脸上都是被戏耍的愤怒。这位先生，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先告辞了。急什么？坐下聊聊。王蓉蓉跟助理对视一眼后，王蓉蓉坐在沙发上。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竟然有老弟这样的隐士。寒暄就免了，我就问你2个问题：一，你有没有开通雍城银行的大额转账功能？2，这笔钱如果被追回，你能不能保住？你这是赃款。王总应该已经被逼到快跳楼了吧？脏不脏，对你来说还重要吗？这倒也没错。行，这些问题我来解决。王蓉蓉拿出手机不断打电话，很快陈阳这边就收到短信。您申请的临时大额汇款功能已生效，请在2小时内完成个人大额汇款。行了，钱转过去了。王蓉蓉看向助理，助理激动地点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弟弟，以后有用得着姐姐的地方尽管开口。你放心，姐姐绝对不会坑你。这栋楼盖起来了，至少能卖1.6个亿。姐姐办事我放心。陈阳签完合同，痛快。等忙完，我们找时间好好聚一聚。好说。赵建国拿着汇款单气得浑身颤抖。2个账户，8个数字不一样，这你也能转错？不可能啊！我一个数字对的，现在怎么办？赶紧打电话追回啊！他把钱全转走了。什么？快给他打电话！你好，陈阳先生，1小时前打错了一笔汇款，我刚查看那笔钱已经汇走，请问你是用来做什么了？我买了烂尾楼。你怎么能买烂尾楼？那可是我们银行的钱。我警告你，这钱是打错的，算非法所得，乱用这笔钱是要坐牢的。呵，我现在就在你办公室，有本事你报警抓我啊！赵建国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看见陈阳嚣张地坐在他的老板椅上。小子，你别太嚣张了。别激动，激动解决不了问题。赵行长如果不想陪我一起坐牢的话，不妨听听我的建议。你说，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高见。很简单，由银行出资把烂尾楼盖起来，8000万变1.6个亿，烂账变优良投资。我有钱还银行，你也不用陪我坐牢，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小子，你想空手套白狼？赵建国用力拍在桌子上。你以为这是房子问题吗？这是云海集团盯上了王氏这块肥肉。哼，我劝你赶紧把钱还回来，否则吃亏的只会是你。赵行长，房子建起来，钱自然会回来。云海集团想要动手，那也得看看这团浑水里的人，他们的不得罪得起。你什么意思？陈阳往后一躺，陆望舒抱着电脑冲了进来。行长，查到了，是总行的刘副行长开通的权限。什么？竟然是刘副行长！赵建国当即给刘副行长打去电话。什么？那8000万是赃款？特喵的，这个小可爱想害死我是不是？老领导，现在怎么办？刘副行长，我想你应该是个聪明人，这栋楼只要能盖起来，你可是头功啊！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听着小子的，可这就相当于把云海集团得罪死了。那你说怎么办？收不回这8000万，所有人都得坐牢。现在唯一的法子就是让所有人都趟进这条浑水来，只要有利可图，总会有人愿意火中取栗。可是云海集团在咱们省的地位，这个压力很难扛啊！扛不住也得抗，要不就是死。妈的，老子豁出去了，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办。赵建国重重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向陈阳。小子，你有点本事。这才对嘛，只有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才能把敌人按得死死的。下午，数辆劳斯莱斯在陈阳的破旧出租屋门口前停下，赵建国和保镖站在车两旁，胡静一从车上下来。不至一早就打电话告诉你今天胡氏集团的掌权人要来吗？你看看你现在的形象，咋还不让人吃饭了？赵建国翻了个白眼后，侧身让出位置，露出身后的胡静一。这位就是胡总。陈阳，你的事情胡总愿意帮你给平了，只要你在合同上签字，把烂尾楼转出去，就不用坐牢了。陈阳白了赵建国一眼，直接关门送客。你干什么？我们是在救你。不需要，我更想和大家一起进去踩缝纫机。赵建国怒极，胡静一微微摆手，赵建国恭谨地站在一旁。能做出火中取栗的人，不可能是傻子。陈阳把门打开，你将楼转给我，我给你1000万，后续一切事情都与你无关，相当于1个意外，你纯赚1000万，这事情放在谁身上都能吹半辈子。我拒绝。这件事涉及云海集团，雍城没几个人平得了，你不肯放手，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对谁都没好处。难道你非要看到大家都坐牢吗？也不错，在里面还能凑桌麻将。行了，说你的条件吧，只要不过分，我都能做主。其实没那么复杂，我只是我对房子，对1000万都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对借钱感兴趣。你借我8000万，这栋楼就是你的。哼，不可能，借你8000万，我怕最后8万块都收不回来。小子，我劝你见好就收，你不是还欠着40万吗？这1000万足以让你丰衣足食后半辈子了。可我真对1000万没兴趣。你不是想创业吗？你可以拿这1000万去创业啊。可我真对1000万没兴趣。你不是想创业吗？你可以拿这1000万去创业啊。1000万属于赚来的钱，不计算积分，没积分就兑换不了技术，没技术还去做生意，让我当送财童子吗？或许还有一个办法。陈阳看向赵建国，胡静一眼睛一亮，也看向赵建国。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难不成这8000万欠款我出？陈阳与胡静一同时点头。我哪有那么多钱？你没有，你们银行有啊？银行有也不可能凭空贷款给你8000万啊！不凭空不就行了？什么意思？你出1000万把楼拿走，我拿1000万去置办一个产业，然后抵押产业向你们银行贷款8000万。不可能，1000万的产业贷款8000万，你就算把我杀了也贷不出来。以前的你不行，但不代表现在的你不行。别忘了，你上头有人。这事情因你们银行而起，没道理你们银行犯了错不承担责任。一旦这么做了，你可就真欠8000万了。除非你能撬动大规模财富，否则到时候你赚的钱都不够还利息。放心，包赢的。陈阳和胡静一都看向赵建国，赵建国只能点头。行吧，但我有条件：一，如果发生大规模亏损，银行可以随时要求你立刻还款；二，管账的必须是我们银行的，并且我们会为你安排2名保镖，工资由我们出。好家伙，管账和保镖都是他的人，钱没法乱花不说，还时刻防着我跑路。老小子心眼果然多。别这样看着我，如果你血本无归或者跑了，我下半辈子就完了，你自己决定吧。行，我答应了。三方共同签写合同，按手印，三方握手，全都长出一口气。合作愉快。凌晨0点，钟声响起。丁，本日积分结算，恭喜宿主负债8000万元，获得8000积分。终于到账了。陈阳打开兑换商城，选中健康水质提升技术，点击兑换。兑换成功，扣除5000积分，余额3000积分。眼花缭乱的数据涌入陈阳的脑海之中。健康水质提升技术，该技术能实现水质自循环，微量提升人体寿命。我去，5000积分的黑科技就如此牛叉！5万积分、50万积分的黑科技该有多么逆天！明天一早就去找水源试试。
早上7点，赵建国早早带着保镖与会计来陈阳家。叮嘱你们的事情记好了哈，一定要把他给我看住。赵建国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陈阳背着包出门。不是，你真的要卷钱跑路？跑什么跑？我是出去谈项目。谈项目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鬼鬼祟祟的是你们吧？这是我家，我正常从家里出来。那什么，这是我给你找的会计和保镖，出去谈项目正好带着他们。哦，忘记和你介绍了，这位是你的全能生活管家。你好，我是陆望舒。哦，我知道你，打错钱的那个活菩萨是吧？我们行长交代了，寸步不离。盯紧你，还有你的钱。好的，谢谢。希望你不要在2个账号错8个数字了。别闹了，像什么话？王玲玲、郑瑶都是今年才退役的军中好手，绝对能保证你的安全。老赵，你不会是想用美人计考验我吧？你在想屁吃，纯属赶巧了。妈的，便宜这小子了，2位美女保镖，又美又飒，我特么都没这待遇。想跟着就跟着吧，但吃住行我可一概不管。放心，我们银行会全部负责。臭小子，不但享受，还白嫖。那欧了，出发。你干什么？不是说你是助理兼生活管家吗？会议室里大屏幕上播放着陈阳半路杀出的事情前后经过。齐董，当初你要进入近乎夕阳的房地产行业，我就不赞同。现在事情闹到这样，给个交代吧。交代什么交代？你别忘了，这是我齐家的集团，我手上还有15%的股权，而你只不过是个职业经理人。给我发工资的是财团，不是你。而现在，你要给剩余85%股权的股东们交代。别拿财团压老子，不就是交代吗？我马上就给你们交代。跟老莫说，我要吃鱼了。徐文丽看着手中文件，秘书张婉宁站在一旁。齐玉明有什么动作？齐董找了老莫，并联系了陈阳以前的经理李小虎。李小虎现在和老莫一同跟踪陈阳去了魏县月明湖，看架势是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陈阳。早就听说齐家的路子黑，没想到这么黑。徐文丽把手里的文件一丢，这个李小虎什么情况？脑子有毛病吗？公司又不是他家的，拿命拼。这个李小虎是您对集团内部拆分重组后提拔上来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我们这边阵营的人。靠，包帽子，把与李小虎相关的人全给开了。老娘是来当职业经理人的，他们竟然想把我打成黑社会。凉亭里面，王玲玲、郑瑶站在两旁，陆望舒正忙碌地做着项目报告，陈阳不停歇地接着电话。真的假的？陈阳，你买了一栋楼，老板发财了。离职就发财，老板是觉得上班不好玩，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吗？陈阳敷衍了一圈后，前女友金雅兰忽然打电话过来。陈阳，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你现在通过考验了，晚上我已经在酒店开好房间，问你一些买楼的经验，希望你能倾囊相授。陈阳用手机放外音，掐了一下陆望舒。干什么？问一下，倾囊相授是什么意思？这你都不知道，毫无保留地传授全部知识，就叫倾囊相授。好了，别烦我了，忙死了。听到没有？这才是倾囊相授的真正意思。以后别乱用成语了，没文化就别出来晃悠了，怪丢人的。陈阳挂断电话，删除拉黑，一气呵成。什么人啊？原主怎么会喜欢这种货色？还被他骗光了所有钱。这时，室友刚子骑着小毛驴从远处赶过来。刚子看到陆望舒三人，十分震惊。杨子，这些都是你女朋友？陆望舒三女瞪了刚子一眼。不是，我单身，这是我助理，这2位是我保镖。啥情况啊？你蒸发了，又是助理，又是保镖，还都是个顶个的大美女。会说话你就多说点。说来话长。对了，我让你问建水厂的事情，问的怎么样了？你不会真想在我们这里建水厂吧？虽然这里有长寿之乡的名头，但也只是一个名头啊！我不骗你，刚才还看到有人在河边撒尿，这种水也卖得出去，傻子才买吧？要的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没可能，全国市场早就被大品牌占据，别说8000万，8个亿也没用。陆望舒将刚做好的项目报告递给陈阳。而且进军矿泉水行业会被列为高危险级，一旦出现亏损，银行就会直接抽取剩下的贷款，封锁工厂，打包转卖。所以你不想把底裤都亏干净，还是换个行业吧。老弟，你没给我开玩笑吧？你这么点钱进入饮品市场，和找死有什么区别？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就当老哥求你了，咱换个行业好不好？众人看向陈阳，等待陈阳的回复。不换，我们的水质非常好，喝了能长寿，这一波属于降维打击，绝对稳赚不赔。老弟，你跟我也吹？没吹，我说的是实话。嗨，你好自为之吧，到时候还不上8000万坐牢，可别怪老哥没劝过你。电话挂断，陈阳无所谓的耸耸肩。
黑科技碾压怎么说？你对2，我王炸；你对3，我王炸。老子手里可全是王炸。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带你们去吃个饭，吃完你们立马回雍城，就当来旅游了。回什么回？老子带钱来的，让你问的事情怎么样了？我问了，之前有人想承包，先礼报价2000万，30年，但没谈成功。你去谈1000万以内，20年。我不是你，难不成是我？或者你联系你们行长换个有能耐的来？要是被换掉，你就收拾东西走人吧。不行，要是就这么被开了，那我肯定会成为那谁打错了8000万的笑话。去就去。走，带我去你们县里的人才市场看看。上午11点，许多招人企业已经开始收摊子走人。招聘都结束了，这还怎么招？看缘分嘛，有本事有脾气的，没那么容易接受那些低微的福利待遇。这个点来，说不定我们还能捡到漏。你去租个摊位，你去搞点饭来吃。杨子，你就这么使唤几位美女？什么美女不美女的，女人只会影响我的赚钱的速度。难怪你能发达。摊子租好，弄了个临时牌子，陈阳便大咧咧地坐下来开始招人。几分钟后，一个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全身充满颓废气息的大叔走来。你们招什么岗位？什么都招。总经理招不招？招。岗位、工资你自己写，只要你足够自信，年薪100万都可以。我靠，你们不会是想把我骗去境外割腰子吧？怎么不敢了？有什么不敢的？姜立海在入职信息表上写下自己的岗位：总经理，年薪80万。这个价格雇我绝对不高，我会证明我的价值。现在就看你敢不敢雇我。很自信。哎，你坐这里做什么？招人啊！有总经理了，难道还要我这个董事长亲自招人？说的真特么有道理。既然董事长相信我，您只管说招什么岗位，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公司现在只有董事长、董事长助理、董事长保镖以及唯一员工，也就是你。剩下的你看着招。什么啊？这是给你的机会，以后再找工作，你就能在简历上大写特写了。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创业？你有钱吗？老板你还真是盖伦出青雨，沉默又破防了。行了，你就在这里看家，我们等下给你带饭来。不用打包了，我们过去吃。可我已经打包好了。那就在饭店吃，多大点事。陈阳等人在饭店里面吃着饭，满桌残疑。陆望舒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搞定了，900万，20年，价格谈到底了。厉害，不愧是专业人士。提前帮你打包好了，吃吧。算你还有点良心。他们笑什么？他们羡慕你有专属盒饭吃。陈阳等人回到人才市场时，正好看到姜立海在对一群人做着动员。你们知道什么公司对打工人最好吗？初创的公司，因为公司垮了没关系，是产品没有竞争力；老板垮了没关系，那是他眼光不行。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兄弟们，听我的，签合同，好好干，干得好咱们大赚，干不好咱们小赚，赚不到外面的钱，我们就赚老板的钱。我这个总经理绝对和你们站在同一战线。气氛被带动起来，本有些犹豫的人这一刻都不犹豫了，踊跃签约。孙子，你挺会说的啊。老板，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多久了？妈的，刚刚的话不会全被老板听到了吧？从你说什么公司对打工人最好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老板，行了，逗你玩的。人招的怎么样了？能让公司正常运行了。目前主要问题是研发方面，咱们公司是否有产品？准备在研发上投入多少？研发不用担心，有独家配方，而且是跨时代的产品。关键是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厂房全部用钢结构组装，1个星期就能建好。员工宿舍之类的慢点，但不影响生产。很好，你果然是个人才。饮品只是我的第一步，未来我会给你提供更大的平台。这么简单就放权，我果然猜的没错，老板一定是富二代创业。无论大事小事，您看我表现就行。行，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越快越好。季宇明正在会所里面喝闷酒，忽然接到电话。什么？陈阳拿8000万贷款办水厂，他不知道云海集团就是靠矿泉水起家的吗？好啊，既然这个小王八蛋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放话出去，全力帮他把水厂建起来。我们可得好好照顾这位未来的雍城奇才。齐宇明挂断电话，脸上满是得意。徐文丽，你以为报警抓了老莫，我就没办法了是吗？等着看吧。1个星期后，陈阳带着陆望舒3女坐车回雍城。在车上，陈阳拨通了王蓉蓉的电话。小弟弟，你终于给姐姐打电话了，整个雍城都在谈论你这个商业奇才呢。奇才不奇才的无所谓，关键弟弟前面别加小。
陆望舒三女齐齐对陈阳翻了个白眼。好你个臭弟弟，连姐姐的玩笑都敢开了。哈哈，真的假的？我现在有那么大名气？比珍珠还真，每天都有很多人打电话给姐姐，想要认识你呢。这样啊，那组个局，把大家都约上，正好我的新产品出来了，让大家给品鉴品鉴。行啊，姐姐来安排，时间地址等下发你。张婉宁拿着一份报告走进办公室，徐文丽正在看文件。徐总，地产王总组了个局，说是陈阳会带着他的新产品出现，我们要不要去？去看看他究竟有什么底气。齐宇明正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喝酒，孙海电话响了，他看了眼来电提示，做了个噤声动作。对，王总，什么？陈阳带着新产品回来了，有兴趣？晚上8点，龙安酒店是吧？呵，我一定到。电话挂断，孙海看向齐宇明。齐总，怎么说？是继续给他搭台子，还是今晚直接掀场子？吹了他这么久，也差不多该收网了。宴会厅里一大群商界名流，一边交谈一边看向门外，等待着陈阳到来。出租车在酒店门口停下，陈阳与陆望舒三女下车，郑瑶手中拿着一个恒温箱。呵，出租车，不愧是搅动雍城风云的陈老板，就是与众不同了。孙总别见怪，我这小老弟刚从下面的工厂赶回来，招待不周，大家都见谅哈。哪敢责怪，人家现在是名人，坐出租车前来，只不过是看不起我们罢了。陈老板，我说的对不对啊？王姐，这位是恒源证券的孙海孙总。不愧是做证券的，这么胖，实力一定很雄厚吧？你别以貌取人，我实力雄厚与否与胖有什么关系？这样啊，那请孙总也不要以貌取人。我们穿着简陋，但我带来的产品可不简陋。这是我们公司的重金研发的新品，跨时代产物，一旦上市，那可就是金山银山。什么金山银山？不就是矿泉水吗？放进恒温箱里面，也改变不了它是矿泉水的事实。小子，我们齐总可是矿泉水发家的，你这可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孙总，人家可是雍城新贵，我这小小云海集团，人家怎么会放在眼里呢？难怪这几个人从我一进来就开始针对我，原来是云海集团的。孙总，过了哈，咱们是来聚会的，不是来吵架的。商业吹捧而已，王总不会真以为他能在矿泉水领域玩出新花样来吧？不好意思，我还真在矿泉水领域玩出了新花样。在众人的注视下，陈阳拿着恒温箱走上宴会台。陈阳打开恒温箱，将新产品展示在众人眼前。众人满怀期待地看向新产品，只见箱子里是一排排透明玻璃装着的注射液。你的新花样就是把矿泉水从瓶装换成注射液包装，你是要笑死我吗？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我们在纯水里面培养出一种能吸收微量元素物质能量，转而生产出生物能量的进化菌群，能为人体直接充能。说半天不就是功能饮料吗？我们都是给别人讲故事的人，你就别给我们讲故事了。功能饮料补充的是能量，而我们提供的是生物能，是需要人体多器官共同生成的一种能量，与蛋白质、葡萄糖之类的死物质有着本质区别。什么本质区别？你要提供能量，配料表上还不是要写蛋白质、葡萄糖这些东西？不，配料表上只有水。说什么胡话？只有水怎么可能会有能量？干什么？尝尝有没有能量，你尝了就知道了。不尝，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合不合标？万一是毒药呢？陈阳看向其他人，有没有人愿意尝一尝？第一个尝的可以第一个和我谈合作。众人互相对视，却没有人上前。我来尝尝看。小老弟，你这个确定没问题吧？包的。王蓉蓉看了陈阳一眼，然后拿着注射液面向众人，在众人的注视下，将里面的透明液体一饮而尽。这感觉有点神奇啊。王总，啥情况啊？难以形容，吃了你就知道了。众人还是迟疑。行，我也来尝尝看，8000万到底弄出了什么东西？这感觉有点夸张啊。啥感觉？你们倒是说啊。说不出来，就感觉倍儿爽。就一瓶水而已，说的那么玄乎，我来尝尝。有2人带头喝了后，很多人也跟着来到宴会台上，将注射液一饮而尽，然后全都一副直冲天灵盖的表情。什么情况？你们倒是说啊。说不上来，就很精神。水怎么会很精神？顶多是解渴吧。吃了你就知道。吃就吃，给我也来一支尝尝。你先前已经拒绝了，现在要尝得花钱买。对，说的多少钱一瓶，就当赏给你了。刚才打车多少钱？500。500。这么小一瓶卖500，你怎么不去抢？孙总这么大老板，不会是买不起吧？对。孙海从钱包里面拿出5张红套子甩到陆望舒的身上，从陈阳手上换了一瓶注射液。孙总豪气。卖这么贵，怕是要一瓶都卖不出去了。有道理，
我决定零售500，批发30，2瓶起批。你故意的。孙总要再来一瓶吗？500。我孙海要是再买你陈阳的东西，就从楼上跳下去，出门被车撞死。孙总，记住你说的话，可千万不要食言。我食铁都不会食言。这感觉，什么感觉？很奇特，有点不合法的感觉。不合法？我靠，好像还真有点那种感觉，难怪我刚才感觉精力充沛。赵建国立刻冲向厕所。老弟，你疯了！不合法的东西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这是全新产品，没有任何法律命令禁止。这种东西就算是全新产品，也是被禁止的。打电话报警，要是被他跑了，我们都得受到牵连。孙总，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吧？这还只是陈阳的试验品。王总是想要包庇罪犯吗？老实交代，这种东西有多少？每天能生产多少？你就这么确定这是不合法的？这种效果除了不合法，还能有其他原因。如果它合法，无害，还有这种效果呢？你在做什么白日梦？等死的，衰仔！宴会大厅的门忽然被打开，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走进来。谁说违法的？众人全都看向苏德元。苏院士，苏院士，您来的正好。这里有人假借生物能之名售卖不合法的药剂，还说什么全新的，您快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孙海将喝掉的生物能药剂空瓶递给苏德元，苏德元双手接过。你说这个不合法？喝完这个，我立刻感觉整个人都精力充沛，甚至还有点飘飘然。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有谁感觉到其他副作用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还在药效内，或者感觉不到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副作用之一。乱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只要是副作用，就会有明显的反应，比如腹泻、腹痛。苏德元来到宴会台上，上下打量着陈阳。你就是生物能特殊菌种的研发者？是的，苏教授。难以想象，这种跨时代的发明，研究者竟然如此年轻。跨时代的发明，这东西不是违法的吗？放屁，这是震惊整个世界的大发现。昨天陈总就让人把生物能药剂送到我们实验室进行监测，经过我们研究发现，这种全新的变异菌种将给如今的生物学开辟一个全新的赛道。这东西不就是水吗？有那么邪乎？谁？这是未来，不懂别瞎说。陈总，不知道这种药剂每天能生产多少支，价钱是怎样的？我们研究所想与贵公司签订长期战略合作，每天大概能生产200万支左右。至于价钱，对外零售510支。才510支，竟然如此超值！我们先要50万支。什么？510支还叫超值？当然超值！这种技术将为人类带来全新的发展，不亚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怎么可能？就这么小一瓶水？无知，这瓶水背后是无数次研究。你不会真以为被苹果砸中就能发现万有引力吧？陈总，别理会这种无知小人，我们继续聊战略合作。接下来我们将吸引全球人才加入，深度开发变异菌种，任何研究成果只保留使用权，所有收益减去成本都是你的，只要给我们独家授权就行。什么？这不纯白给陈阳打工吗？不是所有人都像孙总这样，苏院士这是求名求质不求利。看来这苏院士是真的一心为科研的，这样未来所有研发出的成果一旦收益，其中20%的纯利润全部当做研发经费，由您老自由支配。要如此，那可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做主再给出一项福利，陈总公司的员工可以来雍大进行免费的定期体检、看病，直接走内部员工通道。合作愉快。苏德元拿着战略合作协议，心满意足地离开后，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徐文丽忽然开口：“陈总，生物能药剂我们想全部打包，独家出售，价钱你随便开。”徐总，这你就不地道了。银海集团家大业大的，一口饭都不给我们留啊！陈总，我们银海集团有最成熟的饮用水销售渠道，一定会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刚才发生的事情都拍下来了吧？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销售宣传视频，销售的事情就不劳烦徐总了。众人七嘴八舌的想要说什么，陈阳一抬手，众人都安静了下来。当然了，我也不是想一家独大，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与我合作。我需要一大笔钱，可以高利借贷。融资确实是一种十分不错的方式，不知道陈总准备出卖多少股份，换多少钱？一股都不卖，我要的是你们投资我，把钱借给我，越多越好。陈总是在开玩笑吗？这年头还有人愿意不拿股票投资个人？这和信用贷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投资的人是我，以及我给的利息会很高。对，愿闻其详。
有生物能药剂在，我公司的日盈利在5000万以上，月盈利就是15亿，年利就是180亿。如此优质的资产，估值1000亿只是时间问题。但未来是未来，现阶段银行不可能给我公司估值1000亿，低息抵押贷款最多只能贷到100亿，100亿与1000亿之间还有900亿的空缺。如果诸位对我的产品认可，大可以放心的把钱借给我，年息24%。多少？年息24%，法律允许范围内，直接拉满。你疯了！就算是股神的年收益率也才20%，除了极少数优质资产外，正常生意年利润能达到20%已经堪称奇迹。你这年息直接24%。陈总，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大资本运作与小摊小贩卖东西可不一样，资金越多，确实越容易成功，但想要赚取高额利润也会更难。虽然生物能药剂的效果确实很不错，但有了成品后，技术很快就会被攻克，随之而来就是山寨版，就是价格战，利润将会被极大的削弱。到那时，你如何保证这24%的年息？技术会被攻克，技术也会被迭代，山寨版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不知道，但我公司下周将会发布另一款跨时代的新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市场更加广阔，所以我需要钱，越多越好。还有跨时代的新产品发布，这家伙难不成是尼古拉特斯拉转世？吹牛的话谁不会说？有新产品就拿出来，没有就等有了再说。等我把新产品做出来，你还能站着和我说话？对，生物能药剂就摆在这里，相信我的可以把钱借给我，不相信我的可以出门左转了。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谁会为了利息把本金借给你？我们四大行愿意借，我们代表四大行愿意对晨阳公司借贷200亿。多少？他一个才成立7天的公司，凭什么能借贷200亿？就凭生物能药剂这项垄断市场的先进技术。陈总，你也别嫌少，产品是好产品，但风险也是真的大。这项技术如果不是垄断性，其价值将被极大弱化。所以这笔贷款期限最长只有1年，年息5%，抵押物是贵公司100%的股份，并必须绑定生物能药剂。四大行这是看上了你的生物能药剂的配方，一旦1年后你还不起钱，或者中途完崩了，相当于整个生物能药剂公司就被以200亿价钱卖给了银行。生物能药剂才5000积分，200亿欠款，可是200万积分，我现在就是要欠钱，欠钱越多，积分越多，手里的王炸也就越多，一手的王炸怎么可能完崩？我同意。王蓉蓉等人面容焦急地看向陈阳，欲言又止。好，陈总是个爽快人，合作愉快，贷款将会在明天早上转入你们公司账户。赵春雷带着人与协议离开，徐文丽盯着陈阳，面上满是思索。不对劲，10分有100分的不对劲。生物能药剂配方价值虽然远超200亿，但四大行怎么会如此轻易放贷，甚至连砍价都没有，就好像是在完成任务。可是谁能给四大行下达任务呢？刚从四大行赚了200亿，谁还想借钱给我？哼，你管贷款200亿，叫赚了200亿。赵行长，要不是从你们银行赚了8000万，也没有我今天。你不支持我？四大行都出手了，我们小银行跟风也不是不行。够意思，说吧，这次准备让我赚多少？赵建国嘴角抽搐，但还是把手举起来，学着陈阳先前的动作，握紧拳头，拉满。老弟是个有本事的人，以前没产品我都敢借你8000万，现在有了产品，在我权限内，直接拉满。我们雍城银行借你8个亿。好的，下一位。姐姐这里的资金暂时有点问题，目前只能给到你1亿，等过几天，姐姐应该还能再搞来几个亿。好的，下一位。不断有人开口，几个亿的送给陈阳。孙海与齐宇明看的眼睛都红了。齐总，这台子我们还要继续掀吗？哼，掀什么掀？这还有的掀吗？齐宇明与孙海率先离开宴会厅，有一些人跟着离开，有一些人直接打电话商议。这么多人加起来，竟然才送给我30亿。王姐，你确定他们都是有钱人吗？你这么说话，容易没朋友的。朋不朋友的无所谓，我只要债主。事情太突然，你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商议。可我的时间很宝贵，多耽搁1天就少1天积分啊。胡总刚给我打电话，想和你聊一下借钱的事情，问你有没有时间。有时间？他在哪？有多少钱？在车行等我们。计10亿。走，去车行，正好我要买车。那你们先去，我处理一下这边的事情。等过2天，我约一些有实力的人，咱们再聚一次。得验资，没实力的就别来了，浪费我时间。行，保证都是大老虎。
陈阳带着陆望舒等人在一家高端车行门口停下，胡静一亲自在门口等候。陈总今天可是名正言顺啊，开，里面请。咱们老熟人了，就不绕弯子了。胡总准备送多少钱给我？陈总，你这也太直接了。很直接吗？非常直接。直不直接以后再说，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胡总准备送多少钱给我？陈总果然快人快语，那我也不绕弯子，10亿，这是我们胡家短期内能筹到的所有钱。不，这绝不是你们能筹到的所有钱。陈总觉得不够？不够。陈总想要多少？这车行1年能赚多少钱？1000万吧。投入多少？2个多亿。拿来。什么拿来？车行的2个多亿。那我车行投入2个多亿，劳心劳力，1年才赚1000万，这生意有什么好做的？你把这2个多亿给我，年息就是4800万，你还什么都不用管。可我短时间内也没办法出手这么多车啊。不用出手，正好我们公司要买车。你们公司需要这么多豪车？反正是要买车，你这有现成的就先开着，多的就放在这里慢慢卖，没卖掉就换着开。我们也能开吗？当然，放着不也是放着。太好了。陆望舒3女立即视作大厅内的各种豪车。怎么样，这生意做不做？我需要想一下。想什么想？你们就是太保守了，要换作是我，早就贷款借钱给我。什么？银行贷款10亿，收你们多少利息？4%左右。你把这10亿借给我，我给你24%的利息，减去银行的利息，1年净赚2亿，白拿2亿不好吗？这2亿会烫手吗？等等，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有什么反应不过来？最简单的加减法都不会吗？不，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必须要问过我爷爷，而且凭我也贷不到那么多钱。那这个车行你总能做主吧？这个我能做主。那就恭喜胡总，资产增加2亿。我怎么感觉晕乎乎的？别晕，胡总名下有房或者楼吗？你是土匪吗？我的房和楼你也想拿走？什么土匪？我这是带你赚钱。别，我有点怕了。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但你会要我的车、我的房、我的楼？你真有？不，我没有，有也不适合你。没事，资产我不嫌多。大哥，求你放过我吧。不上道，以后后悔可别怪我。还有谁有钱？没有，我认识的有钱人就那么些，刚才你都见过了。你一个搞金融的，怎么才认识这么点人？你朋友圈也太小了吧？我怕带你上门后就没朋友了。那你们认识卖房子、卖楼的人吗？不认识。不认识。我是真的要买。怎么说，我现在都是100亿级身家，不可能还住以前的出租屋吧？那我赚钱干什么？你那是赚的吗？你是借的100亿身家。如果是真的要买，我还真有几个推荐。买！你以为谁的钱我都会要吗？要不是看咱关系在这里，我才不会这样带你们发财。谢谢哈。雍城最豪奢的住宅区，非大雍胜境莫属。尤其是4个方向，每处移动的超级庄园，亭台相连，楼阁林立，单建造费用就贵得离谱。整个大雍胜境一共就4栋，进出都不走小区门，人家有自己的大门。再只有东园还没卖出去，因为东园位置最为幽静，虽然景色最美，最为宜居，但可惜的是想住的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不是为了住。行，那就去看看。你真打算买东园？这可不是车，是庄园，加上纳税，总价差不多要12个亿了。这不是巧了，刚赚了12个亿。那不是我借给你的钱吗？你拿来买我舍不得买的房。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对了，楼呢？我公司到现在还没有办公大楼，有什么推荐的吗？目前比较好的只有隆安商业中心在售，距离你要买的东园开车10几分钟。隆安商业中心和隆安国际酒店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王蓉蓉那个小圈子合作建的。王姐，她之前不是8000万都拿不出来吗？那只是恒雅蓝轩那个项目，王蓉蓉身价20亿，能操纵的财富在40亿左右。为了保证风险可控，会将财富进行不同形式的区分。简单来说就是专款专用。王蓉蓉若是挪用其他地方的钱，齐家就会把云海集团一起拉进来，最终变成单纯的笔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时我的8000万算是帮他破局了呗。在我之后，其他人便可以随意参与进来，王姐也就不缺钱了。bingo， 他那么有钱，才送1个亿给我，不行，我得找他买楼。他只是在里面占股，做不了最终决定。我说这些其实是想建议你也建立集团，并以控股公司的方式掌控集团，再以集团掌控各大子公司，这样可以规避很多风险，也可以有更多的名头去贷款。例如这次，如果你有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子公司抵押一部分，集团公司抵押一部分，控股公司还能抵押一部分，最后你自身信誉也可以借贷一部分。虽然总的来说还是那些东西，但这样套还的情况下，能贷到的款肯定会比现在多很多。
原来还可以这样。老赵，你为什么没提醒我？成立集团公司是有要求的，你现在只有一家公司，没办法组建集团。一家不够，我再买几家不就行了？你以为是买白菜啊？哪有那么简单？我有230亿，还不够吗？那你至少要先物色好想要收购的公司吧。我知道几个还不错的，你可以考虑考虑。胡静一将名称写在纸上递给陈阳。将这几个公司收购后，便具备了集团雏形，只要再发展出一条主营业务，就能直接成立集团。不对劲，你非常不对劲，你为什么会准备这么充分？本来也没想瞒你，既然挑破了，我就直接说了。您知道四大行为什么没有进行任何拉扯，直接贷款200亿给你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你故弄什么玄虚？哎呀，你听我说完啊。据我家老爷子分析，很有可能是陆议长知会了他们。陆议长，我不认识他啊。正在看车的陆望舒忽然停了下来，躲在一旁偷听。我也不认识，他是前段时间从经理调来的大员。陆议长主张的是新赛道，立着要给东江注入强有力的新鲜血液。你的意思是说，他看上了我？没错，你完美符合陆议长的需要，而且听说陆议长还有一个女儿，说不定是想招你当女婿。哈，不过我确实有几分姿色哈，这对妇女有点眼光。不可能，陆议长怎么可能会招他这种不着调的人当女婿？你那么大反应干什么？你以为你姓陆就是陆议长的女儿？我开个玩笑，陆议长应该是把你划为他那个派系了。你的意思是我要去拜山头？那倒不用，这种东西都是心照不宣的。你去找陆议长，陆议长也不可能见你。但既然有派系，那就有争斗。陆议长虽然不会见你，但敌对派系却会针对你。我就说那200亿不是那么好拿，现在退还来得及吗？到了你这个体量，必然免不了被拉入某个派系。相对而言，被纳入陆议长这边，对你未来的发展更好。说这些只是提醒你注意一下案件。你怎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清楚？你家老爷子是？我家老爷子也非常看好你，说你非常有想法。你家老爷子不会也想把我招为孙女婿吧？你瞎说什么？我们胡家只是想和你结一份善缘，在你对这些事情还不太了解的时候，提点提点。哈哈，开个玩笑，替我谢谢你家老爷子。如果缺孙女婿的话，我也可以毛遂自荐。你还说？走了，过2天办乔迁宴，帮我在你们有钱人的圈子里面知会一下。你又要借钱？生意人的事怎么能叫借？那叫我带着你们致富。你现在有200多个亿，还借那么多钱干什么？别把自己拉崩了。过2天你就知道了。你又有新品要发布？陈阳神秘一笑，看向陆望舒3女。走了就走了嘛？这么多车，我还没看完啊。单看有什么意思？喜欢哪台直接开走。我想开这辆保时捷911。我想开这台兰博基尼。我想。你别想，你去给我开库里南。凭什么？凭我是老板。陆望舒气得张牙舞爪的在陈阳身后打了一套空气拳，最终还是无奈的坐上了主驾。4个人开走了3辆豪车，消失在夜色中。王蓉蓉正在一处钓场里面和朋友一起钓鱼，忽然接到陈阳的电话。小老弟这么晚找姐姐，是想要一起喝一杯吗？我要买楼，隆安商业中心的2栋楼多少钱？买楼，隆安商业中心是我和一群老朋友一起合资弄的，核心区那栋楼最少9亿，旁边那栋便宜点也要5亿。一个9亿，一个5亿，一共14亿对吧？帮你们存我这里。你那里不行，里面很多钱还压着贷款。你们贷款利息才几个钱，放我这里拿24%的利息不好？不，这些钱我们还有用，还要转投其他地方。投什么投啊？房地产都不行了，你们投进去能赚几个钱？有24%的收益多吗？这好了，就这么说定了。电子合同我发给你了，赶紧签订一下。怎么了？我帮你们把14亿放在陈阳那里。库里南与2辆跑车前后驶入东园，东园门口有多名工作人员等候，帮忙开启车库大门。陈阳与陆望舒3女从车上下来。陈总，吴总和我们交代了，手续后面走，您可以先入座。好的，多谢。这也太大了吧，保姆房比我家都大。这到底有多少间房？外面亭台楼阁也是我们的吗？有什么好激动的？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我们也可以住这里吗？废话，这么大，你们不住在这里，我遇到危险，叫破嗓子也没人听到啊。耶，可以住大房子喽。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不住这里？我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住你这里，他能把你杀了。你家老登这么狠？不许没大没小。这么晚了，直接开车回去吧。影响不好。陆望舒偷偷摸摸地开门，走进家里，刚开灯就看到陆启明坐在沙发上等他，把陆望舒吓了一跳。爸，你这么晚不睡觉，在这里吓唬人干什么？你还知道回来？这都几点了？天天说我忙不陪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早，想给你做俩菜，
结果你人都看不到。哎呀，我这不是有事情忙吗？忙。自从你跟那个陈阳在一起后，就没有10点前回来过。不行，你可是我的闺女，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助理？我让小张给他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啊？我可不想别人在背后嘀咕我。对了，爸，那200亿贷款真是你划给陈阳的？说起这个就来气，生物能药剂已经引起上面注意，本来都有很多人准备投资，结果他到处借钱，把人全吓跑了。你们那个老板真的有那么缺钱吗？我也不知道他缺不缺钱，但他特别喜欢借钱。现在时刻午夜0点整。丁，本日积分结算，恭喜宿主负债256亿8千万，获得256.8万积分，剩余积分260.8万积分。终于到账了，260万积分，这才是系统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几千积分一天，瞧不起谁？陈阳调出系统兑换界面，快速找到早就心仪已久的黑科技癌细胞抑制液技术，售价170万积分。评价：依靠对自身基因的刺激形成对异变细胞的抑制作用，使异变细胞自然死亡脱落。民用级恒温固态电池技术，售价280万积分。评价：内核是恒温固态电池，极致性价比。喵的，好贵，还得再多借点钱，先兑换癌细胞，固态电池只能明晚再兑换了。陈阳点击兑换，一阵白光进入陈阳的身体，陈阳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猛地从床上站起身。这个癌细胞抑制液竟然完全无副作用，折算下来成本只要几十块，这我得定价多少合适？几百、几千？患癌家庭本就走到悬崖边缘，再赚他们的钱，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不对，我要的不是赚钱，是借钱。要怎么样才能靠这个技术让他们把钱借给我呢？视频投影画面中正在播放各个业厂生物能药剂大卖的画面。毫无疑问，生物能药剂已经引发轰动，按照现在的趋势，很快就能热销全国。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陈阳的公司很快就能超越我们集团。我们能做什么？齐总难道有生物能药剂的配方？我没有配方，但有配方的人曾在云海集团工作，并且离职1个星期就制作出了生物能药剂。所以呢？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生物能药剂是陈阳在云海集团工作期间研制出来的。按照劳动法规定，工作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功归公司所有。也就是说，在法律上，生物能药剂属于我们云海集团。你疯了！我们任何相关试验记录都没有，法庭不会支持我们。法庭是否支持我们？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上面说了算。齐宇明看向放在会议室主位上的电子屏，屏幕内有多个董事的身影。我反对，资本一旦越线，就不受资本控制。生物能药剂价值1000亿，赚这一次，大家都可以养老了。上面需要生物能药剂，齐宇明，你可以开始干活了。早上8点，陆望舒拿着手机叫醒还在睡觉的陈阳。开启，出大事了！才几点啊？你这么早上班，也没人给你加班费啊？快起来，我们的生物能药剂火了，爆火！但是云海集团起诉我们侵权，说你的生物能药剂是在工作期间研发出来的成果，版权应该属于云海集团。行，我知道了。你快起来啊！睡什么睡？银行要来收回贷款了。什么？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大总管亲自在会议室进行批评你，4大行给你的借贷来源不正，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呢。大总管是谁？我没招惹他。他和陆议长是敌对阵营。案件来得这么快？你赶紧想想办法，4大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哎呀，你别管这个了，赶紧想办法。敲门声响起，赵春雷在保镖陪同下到来。陈阳走下楼，赵春雷与陈阳握手。陈总已经得知消息了吧？真的要追回贷款？没办法，上面给的压力很大，官司打赢后才能再贷给你，不过到时候可能最多只能给到100亿。有没有办法拖一下？走强制追回，最多拖延半个月。足够了。另外帮我约一下陆议长，我有惊喜给他。约陆议长？怎么，你的级别不够吗？不太够，或许你可以问一下陆小姐有没有办法。她一个地方银行的小职员能有什么办法？陆议长，陈阳有惊喜要送给你，问你有没有时间。阿珍，你竟然玩潜伏！陆望舒开车带着陈阳来到陆家，陆启明正好也在这个时候赶回来。我只有5分钟时间，有什么惊喜赶紧说。我能治疗癌症。你能治疗什么？陈阳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吹了吹陆望舒亲自泡的茶后，喝了一口。癌症。后面的会议全部推迟。明白。详细说说。我能治疗癌症。没有了。不够吗？
只能保你，无法破敌。说说你的需要，以及治疗癌症的药剂你能生产多少，成本多少，准备定价多少？还没开始生产，技术刚突破，成本很低，定价多少看你的需要。我的需要？对啊，我是来给你送子弹的，打垮对面，还需要什么和我说。他一直这么狂吗？何止，更装的你还没见识到呢。我有新能源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你能给我吗？恒温固态电池够不够？你是说通过物理吸附的方式储存和释放的纯固态电池？是的。多久能做出来？快的话半个月吧。你敢立军令状？印尼呢？你真能做出来？骗你干什么？这可是领先世界的科技。生物能药剂不是吗？治疗癌症不是吗？你这脑袋怎么长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赢吧。我一手王炸，你问我能不能赢，你就看我操作吧。是我的王炸。你小子就不能低调点？太能了。对了，陆议长有钱吗？借我点。东江必须转型，新能源领域将会成为东江传统能源的转型核心。传统能源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把蓝天白云还给东江。传统能源确实不如新能源有发展前景，但传统能源带着东江腾飞了20年，创造了无数个就业岗位，哪家新能源能做到这些？前进不是冒进，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之前，还是要稳扎稳打。陆议长，你还是太年轻了。如果我说恒温固态电池要面试了呢？河畔凉亭中，戚玉明手中握着一份报纸，恭敬地站在身着唐装的戴向东身旁。戴向东左手持鱼竿，右手端茶杯。陆议长动手了，很多公司被爆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有一系列非法交易事件。据说巡视组马上也要到了。慌什么？老板说了，陆议长上头那位身体快挺不住了。今天议会结束后，我身边估计不再安全了，所以我要创立一个安保公司。赵建国说你们2个都是特种兵来的。是的，军演的时候我犯了错误，连累小队成员全部退役。不能怪你，你是为了救我，而且他们犯规在先，还想对我们下死手，裁判还针对我们。把他们都招来，月薪10万起，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如果我遇到危险，救我一次最少奖励100万。如果因为救我出事，终身残疾补偿1000万，死亡补偿5000万。多少？如果老板遇见危险的时候我冲上去了，如果恰好我打不过，在剧烈反抗却无奈失败被对面打断腿后，就能拿到1000万。徐总，出事了，陆议长跟大总管直接撕破脸了。你说什么？竟然是恒温固态电池，这可是国家都没有攻克的一题，是谁这么厉害？陈阳。哟，这不是徐董吗？什么风把您给刮到我这来了？陈总，合作吗？不限额黑卡。徐董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说了，我的生物药剂不需要推广。生物药剂不需要，那恒温固态电池呢？我不是以云海集团代理人的身份跟你谈合作，我是以我个人的身份跟你谈。你不是想借钱吗？我给你。徐文丽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在桌子上，这是我名下在云海集团有的所有的股份，我全都进行售卖，大概有500亿，我把钱都借给你，你让我负责固态电池，如何？现在的债主都要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人收钱吗？合作愉快。徐文丽跟陈阳签好合同后，一蹦一跳的离开了东园。陈阳伸了个懒腰，转身回客厅。好好的董事长不当，来这里当主管，真是搞不懂这些有钱人的逻辑。让你多看看新闻你不看，你知不知道固态电池一旦面世代表着什么？能代表什么？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池吗？那可是恒温固态电池，应用于太空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这款电池一旦面世，就是跟国家合作，吃国家饭。真是个聪明人。陈总，这一批的成品试验都成功了，我们竟然真的做出来了。不错，是时候让那些质疑我们的人闭嘴了。人群涌动的发布会上，戴向东正在手舞足蹈的激情发言，大总管和陆议长坐在正中间，神色莫测。恒温动态电池作为我们国家久攻不下的课题，怎么可能半个月就被人给制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戴董事觉得陆议长在夸大其词。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记者们相互对视一眼。陆议长，您在议会上说半个月后的今天，恒温固态电池将要面世，请问是真的吗？市面上并没有出现恒温固态电池的消息，是研发还未成功吗？就是啊，陆议长，消息到底是否属实啊？您倒是给个准话。陆议长，这陈阳靠不靠谱啊？怎么还没来？急什么？好饭不怕晚这个道理，应该不用我告诉大总管您吧？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我昨天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急冲冲的齐宇明来到北园，戴向东坐在休息室，一只手拿着资料看，一只手缓缓倒了杯茶，一饮而尽。戴斗，您找我？上次说了生物能量剂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证据都做得差不多了，就是差一个样品了。年轻人，样品不一定跟成品一样，看看你手上的资料。半个月而已，他竟然真的做出了恒温固态电池。一旦这个技术面世，不说对我瀚海的冲击有多大，只怕整个雍城都要成为他陈阳的掌中之物。不说你我，只怕上面都要对陈阳以礼相待了。戴斗，您直说吧，我要怎么做？我要你毁掉它。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那就好，今天就是我等崛起之日。之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陆启明的额头上逐渐浮上汗水，原本气定神闲的样子也开始变得焦躁。大总管坐在陆启明的身边，气定神闲地喝了口茶。陆议长，半个小时过去了，你等的人还没来吗？恒温固态电池这么重要的东西，运过来要多费点功夫也是正常的。大总管还是多点耐心为好。我的耐心一向很好，只是不知道陆议长的承受力好不好。你什么意思啊？报，陈阳的工厂被封控了，电池全都被毁掉了。什么？陆启明的声音在空荡的酒店里显得格外突兀。陆议长，您口中所说的恒温固态电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总不能是拖延时间吧？陆议长，据说4大行贷款的对象是您的未来女婿，这其中是否有您暗中操作的原因？恒温固态电池是否为您转移众人目光的方式？您是否有违法行为？4大行的借贷到底是否用在生物能技术和恒温固态电池的应用上？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众保镖冲上前拦住激进的记者们。陆启明皱着眉，一边给陈阳打电话，一边在保镖的护送下退场。陆议长，这是心虚了吗？是打算退场装死吗？你是哪家的媒体？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带什么节奏？陆议长，您要是没心虚，为什么不回答记者朋友的问题呢？我们也好奇得很啊。齐总，我说了，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多付出点耐心。我们都等了1上午了，难道还不够有耐心吗？还是说陆议长根本没有制作出东西，是在溜我们玩呢？哎呀呀，看来我们来的刚刚好啊。大总管看到陆望舒手上的箱子后，眼睛猛地一缩，立马看向戴向东。戴向东和齐宇明都不可置信地看向陈阳。你小子怎么来的这么迟？差点害死老子了。主角都是最后出场的，这样才符合我的逼格。东西带来了没？放心了，大鱼已咬钩。你看，我就说有聪明人吧。怎么不装死你？哎，你给陆议长打个电话，告诉他固态电池毁了。东西不是在我们车上吗？你打就是了，陆议长会明白的。这就是我们星海科技研发的最新成果——恒温固态电池。这款电池不同于传统电池通过化学反应来储存释放，而是通过物理吸附的方式，其内核反应则是在电池拥有电量的情况下自适应启动。简单来说，这就是一款被激活了之后能够自循环自适应的电池。利用在车载上，可以让一辆正常的汽车行驶7000公里，电池寿命至高达到50年。戴斗，这怎么办？我还想问你怎么办的事呢？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我昨晚明明亲眼看着那些电池被销毁的，我也……好了，懊恼的话少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把厂子找回来。要是真让他把这电池给发布了出去，你我也不用合作了，明天去桥头要饭吧。跟我斗，下辈子吧，老贼！那不是你们集团的职业代理人吗？怎么跟在陈阳的身后了？他在半个月前就卖到了手上的股票，岂止我还以为是您出手了。蠢货，这样的人才你怎么能送到陈阳的手上？众人被陈阳放出的重磅炸弹炸傻了眼，纷纷围上前细细询问。陈阳和陆启明笑着跟众人介绍恒温固态电池的好处。大总管在一旁脸色阴晴不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让你找的人找好了吗？他今天有变故，我早就让他们在一边候着了。呵，你还算有点用处，把他们带上来吧。铺垫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碰碰壁了。终于按捺不住了，真是够等的。陈总，这恒温固态电池真的是您花费了半个月就创造出来的吗？陈总，您能分享一下您1个月白手起家到现在的成功之路吗？陈总，就在所有记者激情发问的时候，什么？生物能技术和恒温固态电池技术是剽窃？陈总，您能解释一下这2样技术的来源吗？这是我钻研出来的。所以你是承认了你剽窃了属于玉海集团的生物能技术和恒温固态电池技术吗？没错，他就是剽窃。陈阳，你明知生物能注射液属于云海集团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创业，窃取技术成果，这种行为绝不可被原谅。我们云海集团必然会追究到底。是吗？谁能证明呢？我是陈阳的女朋友，我能证明他离职的那天说公司奖励了他一笔钱，然后他就离职了。
我当时就好奇地问了他，只是他没有回答我。不过没几天他就开始创业了，现在看来，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分手？唉，当然没有。虽然他不告而别，但是我从来没怪过他，只希望他能够像个男人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陈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完了。说完了？怎么回事？陈阳怎么一副早有预料的样子？行，那我就开始装逼了。陈阳拍了下手，徐文丽便将一堆资料拿了上来。当时我并不是主动从云海集团离职的，而是被齐宇明齐总给开除的。你盗窃公司机密，难道我不应该开除你吗？是吗？齐总难道有生物能药剂的配方？我没有配方，但有配方的人曾在云海集团工作，并且离职1个星期就制作出了生物能药剂。所以呢？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生物能药剂是陈阳在云海集团工作期间研制出来的。10天前，陈阳坐在花园里看着新闻。云海集团代理人宣布退出云海集团，并声称与其家不是一路人。徐总不愧是职业代理人啊，真是好算计。我以为我赚了，实则徐总也没亏。陈总此言差矣，我这不是还给你带来了500亿的债款吗？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当然。这怎么可能？陆启明对着记者中的人暗暗点了个头，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就跟着戴向东离开了。戴董你人呢？齐总，你这算是诽谤吧？是不是该给我道个歉啊？陈阳，你不会一直这么得意的。说完，齐宇明就狼狈地离开了。你想去哪儿啊？陈阳，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一直都相信你的。从今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我去？姐妹，你脸皮城墙做的。该死的陈阳，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嘲讽我，等我把你的钱都骗走，我非要好好羞辱你才行。陈阳，你说什么？我说你眼角的细纹好重，像我老家村口杀猪的大妈。换，陈阳，这个笑话还挺好笑的哈。我没开玩笑啊，闲话就说到这。看一眼，没错的话，还钱吧。花钱？那些钱都是你自愿给我的，凭什么要我还给你？你也可以不给，但是你今天污蔑我了，我很不开心，所以我打算起诉你。陈阳，我们可是男女朋友，你跟自己的女朋友计较那么多干嘛？哎，你可别乱攀关系，以为这样就能不还钱了？你欠了我10万，一天的利息就收你1%吧，这1个多月就是13万。要钱你找齐宇明去，他还欠我钱呢。真没意思，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公司产品的前景了，所以有没有人有兴趣借我点钱？大总管站在书房前，戴向东满脸紧张地把门关上。大总管阴沉着脸把书桌上的东西挥洒一空。这就是你做的事？是属下无能。你当然无能，我打好的台子就这么被你毁了，我在雍城的心血也将毁于一旦。领导，事情有这么严重吗？陆启明上头的人早就想让他来替代我了，现在又让他出尽了风头，你说严不严重？我听说你弟弟坐上了东江商会会长的位置。戴向东腿一软，跪在了地上。领导，我已在。放心吧，我还没有那么下作。你很有本事，但你和你弟弟能坐稳现在的位置，靠的可不是你们，而是我，是我给了你们一切。所以现在你能拿出什么来回报我？我的一切都是领导您给的，那我自然将拿出一切回报您。很好，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我们也终于能放松一下了。所以大总管为啥会这么慌啊？而且你们为什么要封锁研发成功的消息，说只是半成品啊？这真是你女儿？你胡说什么？我只是一个小职员而已，才不是他女儿。没遗传好。巡查使要来雍城的消息，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吧？巡查使要来，跟大总管有什么关系？这巡查使会来雍城，跟陆议长你上面的人有点关系吧？你小子可真是比我想的还要聪明点。没错，是有上头的点头。封锁消息是为了钓出大总管身后更大的鱼。半个月就做出成品，全国都要忌惮我。但若是半成品，那就给了他们投资的空间，以及幕后之人操作的空间。所以你就是想赚所有人的钱？虽然这样说也没错，但是……行吧，我就是想赚钱，咋了？我可不是一个人赚钱，我这是平等的关心每一个人。就在3人其乐融融的说笑时，徐文丽一脸焦急地跑了进来。不好了，戴向东自首了。这哪算不好？这不是顶好的事吗？雍城市郊的瑞明新能源公司厂房发生大爆炸，现在整个雍城都沸腾了。什么？陆启明看完报纸后，直接砸了手中的水杯，愤怒地在房间里踱步。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了点权力，他疯了吗？我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疯狂，为了抵制新能源政策的出台，竟然直接毁了一切。瑞明能源的股份一半都在陈总手上，
他这么做不仅打击了陆议长，更狠狠针对了你。是，我会妥善处理。齐了，我可真没想到，原来他上面有这么多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而旺。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么疯狂。哎，你干啥？做戏做全套，委屈你2天，等你出来，我请你去京城吃饭，带走。不带这样的。神秘人怒气冲冲地坐在大总管的位置上，大总管一脸淡定地站在神秘人面前。你是不是疯了？你想死为什么不上吊？为什么要拉我们所有人下水？我得自救啊！现在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帮我解除困境，或者我帮你提前退休。胡静一神情紧张地看着挂断电话后一脸高深的胡老爷子。怎么样？陆议长也没办法把陈阳捞出来吗？如果不出意外，明天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以后我们胡家可就指着陈阳了。陆议长要赢了，他这么厉害，他这是下了一盘大棋呀！没想到老头子我也有当棋子的一天，后生可畏啊！他爷爷，难道你说的是陈阳？明天你就知道了。长形会议桌上，大总管和陆启明分别坐在左右首位，胡老爷子坐在陆启明身侧。最近雍城发生的大事情很多，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跟大家商讨一下怎么处理近期发生的事情。大总管，日明能源工厂的爆炸很好的说明了现在的科技根本不支持新能源的出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我提议暂缓此进程。我并不这么觉得，所有科技都是要进步的，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就全盘否定。我听说很多家集团都借贷给了星海科技的陈总啊，尤其是胡老爷子的孙女，私人借贷了8000万呢。看来我们东江的经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大家说对吗？这个老东西就按捺不住了，想用这来威胁我认输，算盘很好，可惜。既然谈到我孙子了，那我来说2句吧。喂，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有什么好担心的？芜湖，这小姐姐真漂亮。他们在政治博弈，你在看美女，这对吗？我都给了王炸了，陆议长再没本事也能拿下这一城。滚！别打扰我看美女。徐姐姐，你看他。放心吧，陈阳都被放出来了，你爸肯定赢了。对哦，我都忘了这茬了。徐姐姐，还是你脑子好使。你那脑子跟个板车似的，肯定没这个长满心眼子的好用啊。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陈总，有人跪在门口求见你。陈阳跟3女一起来到门口，发现一个陌生老头跪在大门口。姜立海一脸懵逼地站在一旁，想要拉老头起来，但老头就是不肯。老头，你谁啊？陈总，我手上大概有550亿，听说陈总缺钱发展，我想借钱给陈总，求陈总收下。老板，你现在这么有面子吗？借钱给你都得跪着了。难道这是什么新型诈骗手段？都赚这么多钱了还这么贪财，指不定这个钱就是贪污来的。现在雍城应该都知道我们公司发展前景很强，借钱给陈总能理解，只是这跪下有问题，大大的有问题。陈总，你放心，这钱绝对干净。之前不是等过了这个关头再联系吗？你怎么突然找我来？明天我会去自首。你疯了吗？发生什么了？没什么，今天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明天大总管如果赢了，那你就守好江山集团，这是我们应得的。如果大总管输了，那你就去找陈阳。找他做什么？给他跪下，把你手上所有的钱借给他，以后你靠利息过活。陈阳刚想说话，就看见陆启明走了过来。这是……我可不是欺负老人啊，是他自己非要跪的。人家才30多岁，怎么就老了？那我咋知道他长得这么着急？在场众人无语地翻了个白眼。陆望舒把事情跟陆启明说了之后，陆启明挑眉看了一眼赵江山，倒是个聪明的，收下吧。巡查时已经把那些大鱼都调出来了，他没说谎。我这可不是贪财，主要是见不得你这一把年纪了还跪在我门口，不雅观。陆启明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拉着陈阳进了会客室，其余人守在门口。大总管虽然已经下去了，但是上头的那个大鱼实在是有点警惕，咱们属实是任重而道远啊。是你们任重而道远，跟我可没关系，我就是个身负债款的商人，不参与你们这些政治人的斗争。这次我们扳倒了戴向东的瀚海集团，我知道你不会放过这块肥肉，所以有几句话我要叮嘱你一下。您说，你的那些技术是怎么来的？我不过问，但我只有2点要求：第一，打好基础；第二，以人为本。做企业就跟这茶一样，水满则溢，不盈则亏，基础越足，破绽越少。受教了，那以人为本呢？
你能做出这么高端的技术，想来你也注意到了，现在的社会 AI 飞速发展，确实能省下很多成本，但却不是正途。科技要发展，人民要更好的生活，但那应该是人民富裕之后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适用于国家，更适用于企业。我说这个是希望你后面在推出什么高科技的时候三思而行。就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吗？好解决。对啊，只要想办法让全国人都有钱一次，然后大家都把钱借给我，每个月我给他们利息，他们就不用去工作了。您觉得如何啊？我跟你说正事，你跟我耍宝。我咋耍宝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异想天开，除非财神爷下凡，否则上帝来了也别想让所有人都把钱借给他。行了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陈阳打钱都不肯生事吧？很好，我要收购瀚海，3天之内每个人拿之前借款的1倍来找我，否则就主动来找我退款。陈阳的手机立马听令哐啷的响了起来。陆望舒看了一眼手机后，一言难尽的看向陈阳：“你这么对待你的债主，真的好吗？”那咋了？没实力装什么大款？没实力还想成为我陈阳的债主？做梦去吧！不是，你才是借钱的吧？他们是债主，我没记错吧？对啊，如果是上帝般还没有借钱给我的债主，那我当然要客气点。可他们是魔鬼般的债主，我每天想想那些欠下的债都睡不好觉，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好脸色啊？你应该夸我真诚不虚伪才对。本来就是啊，我这么努力的赚钱还他们，他们难道不该努力奋斗多赚钱，然后借给我吗？你到底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啊？我给的利息这么高，他们拿不出钱，难道不该想想自己有没有努力吗？难道要让子孙后代去努力？我这是替他们后代不平啊！这可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雍城银行到账30亿元，到账15亿元，到账50亿元。这人可真奸诈啊！怎么说？欠8万压力大，欠80万压力山大，但是欠8000万，银行也得管你叫吧。陈阳欠下的钱足够全雍城人把他供起来当财神爷了。那陈阳岂不是能在雍城横着走了？何止全雍城啊！再让他发展下去，指不定全国人民都要成为他的债主了。你说这人的脑子到底是咋长的呢？太可怕了，这哪是当债主啊，这分明是养祖宗。陈阳坐在书房里，看着手机银行里的余额，怎么才1400亿？这钱用来收购瀚海有些不够啊。新能源倒是能想办法贷款一波，但是现在还没正式投入市场，估计贷不了几个子，这可咋整？有了，我可以先收购一部分，然后拿去贷款，再收购一部分，再去贷款，无限套娃刷系统的 bug。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说说吧，大家都有什么看法？这小子确实是个天才，深山藏虎豹，万事出英雄，这是我们之福啊！这小子这么滑头，恐怕掌控不住啊！或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资本的尽头是放贷，霸权的尽头是借贷。若以后尾大不掉，如何解决？但凡他带走核心技术，那我们就是养虎为患。有些东西还是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更保险些。他是华国人，我们经手处决的华国人难道就少了吗？他掌握着这样的技术，对国家的威胁很大。若我说他能治疗癌症呢？什么？您老，您说的可是真的？底下人传上来的消息，按照陈阳那小子的性格，没有80%的把握，他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好啊，没有实际的结果前，这一切都是只是一纸空谈。我看行了，罪犯还得一罪从无呢，乾坤未定，我们怎么能怀疑自己人？先任他发展吧，合情合理的贷款可给，不合理的不能徒增风险。重点的不是贷款，是技术啊！明天他就来京城了，我去跟他谈。父老，陈阳的那技术什么技术？你都在雍城，为什么还没能给我收揽来陈阳这个人才？父老越想越气，在齐瑞华面前来回踱步，指着齐瑞华骂了1个小时才立即坐下。据说陈阳研制出了能治疗癌症的方法，这一次我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给我抢过来。什么？若是这件事还没做成，你就去雍城牢里排大总管吧。齐瑞华离开后，父老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色，沉默了许久之后，拨通了一个电话。芬克，你之前说的条件我答应了。第二天，陈阳戴着墨镜，一身西装的从飞机场走出来，身后跟着容貌屹立的3女。陈阳还没走2步，10几辆军车就停在了陈阳的面前，把陈阳等人给蒙上眼带走了。废弃工厂，绑架，我丢！这不就是电视剧里最经典的杀人越货桥段吗？大哥，有话好说啊，你想要什么，咱们都可以谈啊。你的核心技术给我。大哥，你搁哪儿说话呢？你这可不是做生意的态度啊！少说废话，技术给你活，不给死。大哥，你哪条道上的啊？
光明正大的绑架底气这么做。你管我呢？赶紧的，做出你的选择。哎，大哥，跟我一起的那几个女孩子你绑哪去了？她们可都是弱女子，你们有啥事都对我来，别针对她们。我不是来跟你唠家常的，快做出你的选择。陆议长，您要考验我，也装得像一点啊。陆望舒那小妮子藏得也忒不严实了，嗑瓜子的香味都飘我鼻子里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陆议长，这可跟你说好的不一样啊，我饭还没吃呢。我说好了，去给他松绑吧。你小子观察能力有点强啊，也很稳重。前期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冷静，后生可畏。别以为你俩现在说好话，我就能不计较你们绑我的事情，出场一点都不帅了。10几辆军车接你，这还不帅？下次你试试。陈阳，好好说话，这可是您老。没事，开玩笑而已。说吧，你们今天整这么一出是为了什么？你有意去国外发展吗？没，我这个人有个缺点，我虽然不种族歧视，但我不喜欢任何说鸟语的人。那组织上就放心了。现在我们来说正事，你有没有想法去科学院工作？没有，疯了吧？我要是去了，岂不是一下就曝光了系统的存在？到时候那些科学怪人不把我剖尸都算不错了。你还挺有想法的。对了，我听小陆说你的资产还没有债务多，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一个梦想。什么？改变世界，例如现在的 AI 技术。如果是我，那就不会这么粗糙。AI 能取代很多东西，但不应该取代人们的饭碗。好想法，我们国家就需要你们这种有实力有抱负的青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的局势复杂，我们慢一步，他们就快一步。新能源产业是我们打破霸权的核心之一。新能源要发展 ，AI 必不可少。AI 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每一次革命都要带来伤痛，这是无法避免的。暂时的伤痛无法避免，我们只能接受、引导、调控，但绝对不可能停止。我听懂了，只是若我说我能解决你们担心的问题呢？什么？这件事很好解决，不是吗？只要让他们把钱都借给我，利滚利，所有人都不缺钱。陈阳的手沾了沾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公式，最后得出一个庞然的数字。你们看，最终的利益，赡养全人类而已，绰绰有余。陈阳，你正经点。虽然说我们只是私下聊聊，可有你这么聊的吗？你想借钱想疯了，都开始忽悠我们了。你的想法很好，宁老，但是你想过没有，赡养全人类是一件好事吗？从根本上来说 ，AI 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我们面临的问题艰难却简单，那就是劳动力的问题。这和新利益就这么多，一方占得多了，另一方就要起义。所以我们现在急需的是一个出水口，一个能让劳动力成功转型的出水口。虚拟世界是个路子，但以人类现在的技术，暂时无法攻破。他们不行，我可以啊。如果真的能打造出虚拟世界，那眼下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我们甚至还可以轻易的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只可惜这个技术太遥远了。遥远吗？1纳米芯片光刻技术，售价1500万积分，包含各种制程工艺与技术资料。人体智脑大模型技术，售价3000万积分，可实现人体吸收生物芯片启动第二意识。脑机数据传输技术，售价2000万积分，可对所有现存数据进行同时间传输。我丢，不算旁枝末节的那些基础材料技术，光主要的就6种了，要实现还不得欠个几万亿，这确实很遥远。等我借个几万亿，回头造个试试。你小子一天到晚的没个正形，借几万亿，你还真想成为全国人民的债主啊？我有这个实力，为啥不行？宁老跟陆启明对视一眼，双双无奈的摇摇头。对了，陈阳，你上次说的治疗癌症的……陆启明话还没说完，宁老就开始了剧烈的咳嗽。陆启明的脸色一沉，立马叫门口候着的医生进来。陈老，这是癌症？是的，去年宁老前往非洲访问的时候，突然感冒发烧咳嗽不止。虽然回国后治愈了，但没多久就查出了肺部癌变。这么突然？经过专家的会诊，已经基本确定是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产生的细胞基因癌变。上头的意思是，西方很大概率已经深入研发生物基因武器。什么？他们这是想拉着全人类同归于尽吗？所以你在知道我能治疗癌症的时候才会那么兴奋。所以我说出来的话，什么时候没有应验过？你有把握吗？小小癌症，拿下拿下！一群专家对着陆望舒从盒子里拿出来的试剂左看看右看看，面面相觑一阵后，摇着头交还给了陆望舒。陆启明有些失望，宁老却笑着伸出了手。来吧。随着试剂打入宁老的身体里，宁老的精神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先别高兴得太早，现在宁老的精神好起来只是生物能注射液的效果，癌细胞抑制剂能否生效，还得看明天如何。都是好东西，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尹老，您放心吧，有陈阳在，您肯定能好的。我还没说话呢，你就给我承诺了。会。您就放心吧，这一次包治好。成功了，成功了！陆望舒等三女一脸激动地冲进陈阳的房间，三人将还在睡觉的陈阳拉起来，三个人抱着他激动地尖叫。您老的体检报告出来了，癌细胞真的消失了，陈阳，你好厉害！天哪，有生之年我竟然能看到癌细胞被攻克，太强了，真的太强了！陈阳被三人夹在中间，窒息地翻白眼。救命！陈阳一脸萎靡不振地走到宁老的病房里，身后的三女讨好地跟上。陈阳，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啊，你这身边可都是个顶个的美女。他们仨差点把我憋死，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哎，我可受不起。行了，找你来是说正事的，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有，我想跟上头合作。你说说看。我这东西不止卖国内，回头我打算授权给胡江卖国外去，所以我打算一针定价140万，国内医保报销98%，我只拿5%，剩下的当税上缴，如何？陈阳这小子可不像是个会吃亏，看来这小子是打算血赚美利坚啊！好事好事，你这小子的脑袋可真好使，一计让三方都有的赚。胡老头子运气真好，早知道自曝就有这生意，应该我来才对。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了。对了，我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建议？高科技致使失业补贴的专项不推，不是每个月发一次吗？这个钱要不你借给我？国家的钱你也惦记？哎，这怎么能算惦记？你想啊，我给的可是24%的年息，靠利息都够发补贴了，我这是为国家省钱。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哎，那可是很有道理。我跟你说啊，陆望舒额头上划下3根黑线。笨，又一个被忽悠瘸了。贱人，你给我撒手！我不，你凭什么丢下我出国？陈阳吊着棒棒糖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面前一团乱哄哄的吵闹声吸引住了陈阳的注意。他好奇地走上前，就看见齐宇明怒气冲冲地扇了金亚楠一巴掌。要走可以，带我一起。滚你妈的！要不是因为你，老子需要这么狼狈的走人吗？让我出国，凭什么？我不要。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现在的情势这么复杂，你不走等着坐牢吗？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不是说上头？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成走守住家业，不成大概就跟大总管一样了。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不能有事。爸，老刘，宋少爷离开。没用的东西，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怎么会失败？要不是因为你勾引我，我怎么会背叛陈阳？我不管，要么你就带我一起走，要么你就赔偿我的损失。哇哦，有意思。齐宇明和金亚楠听到陈阳的声音，齐齐转头看向陈阳。你在这里干什么？这还不明显吗？看戏啊，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你这男的忒不讲究了，勾引了人家小姑娘，现在不想负责是吧？哎，我看这女的也不算什么好东西，活该被踹。齐宇明看着周围七嘴八舌议论他的人，气得脸都歪了。该死的陈阳，我齐宇明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你给我等着，我们刚演戏呢，大家别看了。对了，陈阳，我听说你去京城了，我跟你很熟吗？莫名其妙。陈阳。路人说说笑笑的。打穷鬼！打啊！一件货。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我终于能休息了。这女人看着跟个长不大的小孩似的，没想到还挺有料的。陆望舒转头看着陈阳的眼神，下意识地抱胸后退2步，警惕地看着陈阳。喂，你看什么看？你那是什么眼神？好好的一个姑娘家，怎么偏偏长了张嘴？也走了，回去休息。陈阳不会看上我了吧？哼，算他有眼光。
陈阳穿着一身西装坐在休息室里，陆望舒拿着资料给陈阳汇报。姜立海端了杯饮料放在陈阳面前的桌子上。老板，发布会已经准备好了，雍城各大企业的总裁都到了，您看什么时候开始？都来了，你眼神这么好呢？老板，人家在你来之前就到了，你不在就由我接待了。我可是雍城的未来之星，这些人你接待就行了。我要是去接待了，还不得矮那些人一头？行了，开始吧。这小子可以啊，安排他实操了好几次了，就怕他在上面来一段当时面试时候来的 rap。星海集团的面试现场，陈阳坐在主位上刷视频，陆望舒和姜立海分别坐在他身边。吕胜东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走进会议室。陈总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有什么能力也展示一下。那我就献丑了。老板，我叫吕胜东，毕业雍大籍贯汉中，3年跑腿连张嘴，5年销售皮可厚。陈阳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陆望舒倒的水一出来洒了一裙子都未发现。姜立海目瞪口呆，口水滴落在桌子上。你别说，这小子留下的印象是真的深刻。今天召开发布会，除了昭告全国我们星海已经成功将恒温固态电池研制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介绍我们之前发布的生物能药剂。生物能药剂，这不是已经发布过了吗？还有什么好介绍的？就是啊，陈总，我们是专门为固态电池来的，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药剂的效果，我想在座各位都体会过了，只是具体的用处大家还不清楚。在这里我就详细的说一下。简单来说，这支药剂可实现美容、增强免疫力、增强气血，甚至延寿。延寿？真的假的？我去，这玩意的价值比电池还要大。陈总，我要3箱，不30箱。你可真抠，陈总，我要3车。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是自由活动时间，有合作意向的请与我们的陆总和姜总联系。吕胜东来到陈阳的身边，好好的朝陈阳笑。老板怎么样？不错，看来我又能借一大笔钱了。以后我们可就仰仗陈总了。关于手机电池方面的定制，我们会派人来交接，请陈总务必给我们优先供货。凭什么？我们这么多家公司，凭什么优先你们？陈总，我们算老熟人了吧？只要您调货给我们，我们当场就能开始组装，到时候直接推向市场，星海电池的名号绝对能打响。你的算盘也挺响。这样公平竞争，你们谁借我的钱多，我按照借钱比例给你们分配，怎么样？不用担心亏。电池和生物能的前景你们都能看得到，想来你们应该听说过我的规矩，只要借钱给我24%的年息，每个月支付一次，怎么样？30亿、40亿、 80亿、30亿、80亿、40亿、300亿，有点少啊。一群车企才凑出了300亿嘛，不行啊。陈总，如果你给我独家购买权，我可以借你500亿。500亿？你疯了吧？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他肯定在吹牛，拉走。800亿怎么样？喝了几粒米啊，醉成这样？跑起来，把他丢出去。1000亿。等等，张总，你哪来的1000亿？我可以劝说股东售卖长恒1半的股份。就为了独家权？你疯了？陈总，你觉得如何？我可真是心动啊，但是不想，雍城的盘子大，你一家公司可吃不下。行吧，那这样，我凑200亿给你，我要40%。成交。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争取2天内把钱给你凑齐。哎，不用这么麻烦，你们等会就去会议室开会，把要借我的钱打来，钱到位或拖早。500亿到手，晚点再抵押贷款一笔钱，马上虚拟世界的前置技术就能兑换出来。哈哈哈，爽。陈总，我得先卖股份才行。卖给谁不是卖？啊，我马上有300亿入账，你把股份卖给我，我转你200亿，你再转回来借给我不就行了吗？什么？我拿钱不也是投资吗？现在新能源车企谁最有前途？长恒啊，我买了还能再赚1亿，真不愧是我赚钱小天才。陈阳盛装从豪车上下来。你的那些债主怎么突然提议要搞庆功宴？1个月到了，该给利息了。难怪。资沈总吧，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我做的就是跟电池相关的行业。
陈总，黑科技啊，星海这一波是彻底要起飞了。什么起飞不起飞的，不过是欠债的盘子更大了。齐瑞华的面子在人群之外，想要凑上前，却次次被推开。陈阳只是瞥了齐瑞华一眼，便继续跟债主们寒暄去了。卧槽！怎么了？卧槽！我什么都没看到。陈阳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他把脱了一半的裤子脱了。你干嘛？陈总，刚才外面人多，之前的事情是齐家不对，我代表齐家给您跪下磕头了。怎么个事？我们齐家什么都不要了。哦，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齐家会售卖所有的股份和资产，大概有30亿左右，所有的钱都借给您，10年无息。10年无息，这1年就是7.2亿，10年就是72亿，赚了。陈阳，今日之辱，来日我一定会让你一一奉还。起来吧，我同意了。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还真是。参观他可是敌对方，你不怕他心怀不轨啊？我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要让他去看看他搞什么鬼。陆望舒只能对着齐瑞华假笑一下后，跟齐瑞华交换了联系方式。欢迎各位来参加这次的宴会。现在进入正题，现在我将按照名单来归还之前所承诺的利息。由我司财务部验证后，银行的朋友当场打款。投资了1个月，终于要拿到钱了。要我是说，陈总还是太善良了。上次他就应该再狠狠地逼我们一把，这样我就能把公司房子车子都卖了借给他。你怎么不把你老婆也卖了？我也想啊，这不是没有人看得上吗？途径1，应得利息3000万，对吗？没错。打钱吧。雍城银行到账3000万元，您的账户余额？去3000万、8000万、2000万，就没有下100万的回报啊？这算什么？这才是第1批呢，后面第2批还没算呢。今天在场拿到了钱的，下个月至少涨5成。5成，这回报率也太可怕了吧？不都是一起借钱的吗？怎么还分批了？就是啊，宝哥，分享一下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现在领的是一开始借给他的，后面我们又借了他不少，借的越多，赚的越多。我就说我头少了吧。陈阳，你也就嚣张这一段时间了，等我拿到癌细胞消除技术，你就等着跪在我的面前哭吧。一辆豪车停在工厂的门口，齐瑞华从车上下来后，连忙走到一旁打开门。从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男人。齐总你好，我是陆总经理安排带你们参观工厂的工作人员，您2位跟我这边走。这里就是谁要带生病？是的，诺伯特先生，这里就是生物能药剂的工厂，这可是我花了好大的一番。为何陈阳没有亲自来迎接我？你是怎么做事的？傻缺吧，陈阳现在的身价都快超过首富了，让首富来迎接你一个小总经理，你咋想的？可能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来了吧？我们还是跟着这个工作人员去。那等他们来迎接我了，我再下车。齐瑞华在心里骂骂咧咧，但面上却还是只能附小作逼的请诺伯特下车。陆总经理，我怎么没在工厂看见陈总啊？齐总，我们陈总比较忙，我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带您参观。我又给陈总介绍了个合作伙伴，你还是陈总亲自来一趟吧。他齐瑞华算个什么玩意，还值得让陈总您亲自去迎接？没礼貌的玩意，让他们滚吧。OK， 我现在就去。今天不是要试探齐瑞华吗？我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要因为小一个齐瑞华委屈自己？楼巴，有人拿生命终结器威胁我收下1亿米刀，要我帮他们做一件事。这么快就憋不住，想要盗取配方？什么事？让你盗取？他们让我给你找个老婆。
还有这种好事？老板，我是认真的，他们肯定是想用美人计放松你的警惕，然后盗取我们公司的机密。老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放心吧，那些机密都在我的脑子里，他们盗不走。那我现在，你打电话给保镖公司，让他们安排人去保护你。可是这会不会引起他们的警惕？聪明人想的向来多，你被威胁了去招人保护才是正确的。你要是什么都不做，反而会引起怀疑。可是我们的洗人计划还没开始呢，这会不会打草惊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露点破绽给齐瑞华这个老狐狸和他背后的人，他们怎么能动手？我可没时间跟他们虚与委蛇。诺伯特，你看看你做的好事。我没错，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们德莱科技，更是我们一商一族的脸面。他陈阳算个什么东西？我能来这个弹丸之地，已经算给他面子了。芬克先生，看来贵公子不是很看得上我们。我之前怎么教你的？华国仅仅花了几十年，就做到了我们几百年的成就，你怎么能这么小看他们？还有那个陈阳。人家只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富豪榜第10，你能吗？芬克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诺伯特，伸手一挥，站在一旁当隐形人的保镖们就将诺伯特给带了下去。傅先生，我的儿子自小拔护惯了，还请您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傅老只是看了芬克一眼，脸下眸子拨弄着手上的袖口，沉默不语。上次说好的合作，我可以让1个点，3个点。傅先生，你有点过分了，你就不怕？芬克先生，你脚下踩的可是我华国的土地，有些话可要三思。2个点，再多这次的合作我就不做了。成交。芬克骂骂咧咧地坐在傅老的对面，将傅老递过来的生物能药剂一饮而尽。果然是好东西，虽然诺伯特有错，但好歹给我们是探出了一点，这个陈阳果然如你所说的骄傲自大。他也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也不知道这个陈阳到底在里面加了什么，我国的科学家竟然都检测不出来。我让你安排的人怎么样了？你放心吧，没有人能抵挡得住1米刀的诱惑。你确定？老板，那人打电话求援了，身边多了很多保镖。OK， 这下你放心了吧？不错，看来我们的合作很快就要达成了。陈阳笑着按熄屏幕，拿过一旁的红酒一饮而尽。好戏就要开场了。陈总，好久不见啊！赵部长，我赢了。都是托了陈总的福啊，才能让我一举升职成投资部的副部长。赵部长，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要用星海能源科技公司进行贷款，你们4大行能给我提供多少资金？就冲着您新研发的恒温固态电池，我们也不敢怠慢啊。我们4行一起可以给您提供2000亿贷款。陈阳微不可察的挑眉，坐在陈阳身边的徐文丽敲敲桌子。只有2000亿，之前的整能源能否企业都能够市值8000亿，我们研发出更好的产品，难道就只能贷款2000亿？还有我的陈总和徐总理，你们可千万别误会，我们这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2000亿已经是极限了。我这个人就喜欢见专业人士，要不认识一下？陈总，您就别说笑了，我们真没这么大的权利。No，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了，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什么3000亿？一脸懵逼的赵春雷签订好合同离开后，姜立海一脸好奇的凑到陈阳的身边。老板，你怎么做到的？竟然能让上头多给1000亿？我牛呗！陆望舒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将德莱集团的资料放到桌面上，手指敲了敲。原来如此，原来老板你跟上面合作了啊！陈总，全国说得上名号的人都在第2会议室等了，我们是现在过去吗？不用，倒杯水，晾晾他们先。晾着。天太热，降降火，让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谁是爷。陆望舒跟姜立海对视一眼，憋笑的坐下。看来他们得大出血了。走吧。把我们晾着半个小时了，他陈阳什么意思？你们雍城的人就这样的待客之道？年轻人就是这么耐不住性子，以为自己赚了点钱就能飞起来了，殊不知飞得越高摔得越狠，得罪了我们，他陈阳得罪了你能咋的？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陈阳，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可是京城科技的创始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这么跟你说话怎么了？送客。陈阳，你得罪我，你会后悔的。全场安静了下来，陈阳笑着坐在主位上，架起2郎腿，吊儿郎当的开口：“请各位来这里只为一件事，
我需要3000亿的无抵押贷款，年息24%。现在给各位一个借我钱的机会，贷满即止。机会有限，还请各位不要不识好歹。你跟我们开玩笑呢？还有无抵押贷款，你不就是不想还钱？陈阳，我们是来谈合作的，不是来当冤大头的。就在怒气冲冲的外来资本准备撂挑子走人的时候，雍城本地的资本眼睛一亮，接二连三的在合同上签好自己的名字后，高举合同大喊：陈总，我有30亿。陈总，收到您邀请的时候，我已经把公司抵押了，贷款全借给你。陈总，我小姨子在你公司上班啊，能给个员工内部优先权吗？原本要走的资本头上都冒出了问号。不是，他找你们借钱，你们这么激动做什么？你外来的吧？我们雍城的谁不知道陈总大气得很，24%的年息，你知道我一个月啥也不干能拿多少钱吗？土包子。就是，知不知道宇海集团和江山集团啊？他们可都得跪着求陈总借他们的钱呢。我们能被陈总选中，就得谢天谢地啦。知道胡氏集团吧？上个月分钱，胡总分到了3000万。听说第2批分钱的时候，胡总能拿1亿2千万呢。全场人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双目放光的看向翘着个2郎腿的陈阳。所有资本都笑容满面的离开，累得直不起腰的陆望舒和徐文丽拿着文件来到陈阳的办公室。陈总，你真的想清楚了吗？真的要用这种方式来逼德莱科技幕后人出现吗？怎么了？我给你算了笔账，你知道你现在欠了多少钱，每个月要还多少利息吗？多少？光是银行借贷你就有5480亿，还没算上1年的利息和给债主的24%年息，你现在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8900亿。芜湖，有这么多了吗？快9000万的积分，虚拟世界我来了。你别笑，虽然生物能药剂、恒温电池和癌细胞抑制液都是盈利项目，但如果你这样一直贷下去，你知道你会承担多大的风险吗？什么风险不风险的？这是战略贷款，你一点斗争智慧都没有。我只是担心你而已，你凶什么凶？让你凶。凌晨时分，陈阳的面前准时出现了系统积分面板。丁，本日积分结算，恭喜宿主负债9000亿元，获得9000万积分。发财了，发财了！让我看看能兑换什么虚拟世界技术。陈阳打开兑换商城，一个个技能出现在陈阳的面前。我靠，怎么都这么贵？系统你抢钱啊！上次看还没有这么贵的。虚拟世界任重而道远啊！看来只能先吹概念骗点钱了。只是这3万亿咋骗呢？一阵风吹过，陈阳桌面上的资料被吹得沙沙作响。德莱集团4个大字映照在陈阳的眼里。大资本为我3万亿，看看实力啊！你明知德莱科技不怀好意，为什么还要同意他们的邀请来吃饭？反正我也一图不轨，不慌，大怨种，我来了。陈阳进来的时候，芬克笑着站起身迎上前。陈总真是年轻有为啊！哪里，还是比不上芬克先生的德莱科技啊！我们公司初创不久，可是缺钱的很啊！不知道芬克先生有没有兴趣借我钱啊？这我可是听说陈总借了800多亿的美金，怎么还要借钱？哎，哪有人会觉得自己的钱多的？你也知道我有3项很成熟的技术，借钱给我，你稳赚不赔。怎么样？借我3万亿看看实力。3万亿？没错，享誉全球的德莱集团不会连3万亿都拿不出来吧？怎么可能？我当然能拿得出来。只是陈总你也知道，这不是比小数目，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呢？所以芬克先生的意思是娶我的女儿，加入我们，围标诚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得益于你的生物能菌群，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有了技术性的突破。休眠舱应用于星际航行和长期休眠沉睡的休眠舱被我们掌握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呢？陈阳笑着，但眼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芬克无知无觉地继续跟陈阳描述着他的霸业蓝图。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了长生的秘密，这个世界终会被我们握在手中。陈阳，我们看重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技术。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进入新时代，你就是未来的领袖。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筹谋，还领袖呢？不就是想要我的核心技术，把我当工具人使吗？芬克先生，此言差矣。我是个生命至上的人，领袖什么的我不在乎，但是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就是我不想看到战争的到来。那是当然，所以加入我们，实现共同理想。不，我有更好的计划。虚拟世界。虚拟世界，陈先生，你想要拒绝我也不必拿一个如此不现实的结论。如果我说我已经研发出来了呢？陆望舒将虚拟世界构建计划书放在桌上，芬克越看神色越震惊。你真的认为可以做到？当初恒温固态电池被提出来的时候，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虚拟世界的控制权归我们，我给你提供资金。拜拜了你。
只要我们联姻，我之前的许诺依旧有效。没兴趣。你到底要什么？3万亿，未来的虚拟世界，我给你一个管理员的权限。陈阳说完就离开了，只留下陷入沉思的芬克。诺伯特从包厢的隔间走出来，坐在芬克的身边。这个陈阳真是不知好歹。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实施计划除掉陈阳？但我不打算跟幸福的合作了。父亲，我们想成为未来的领袖，而陈阳想成为的是人类第2世界的上帝。既如此，为什么不合作？您的意思是，如果陈阳成功了，那就让他成为主宰又如何？在他们都进入虚拟世界之后，这大好星球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那父老那边怎么交代？诺伯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要什么交代？所以芬克先生的意思是，娶我的女儿，加入我们，围标诚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得益于你的生物能菌群，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有了技术性的突破。休眠舱应用于星际航行和长期休眠沉睡的休眠舱被我们掌握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呢？陈阳笑着，但眼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芬克无知无觉地继续跟陈阳描述着他的霸业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了长生的秘密，这个世界终会被我们握在手中。陈阳，我们看重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技术。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进入新时代，你就是未来的领袖。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筹谋，还领袖呢？不就是想要我的核心技术，把我当工具人使吗？芬克先生，此言差矣。我是个生命至上的领袖，什么的我不在乎。但是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就是我不想看到战争的到来。那是当然，所以加入我们，实现共同理想。不，我有更好的计划。虚拟世界。虚拟世界，陈先生，你想要拒绝我，也不必拿一个如此不现实的结论。如果我说我已经研发出来了呢？陆望舒将虚拟世界构建计划书放在桌上，芬克越看神色越震惊。你真的认为可以做到？当初恒温固态电池被提出来的时候，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虚拟世界的控制权归我们，我给你提供资金，拜拜了你。只要我们联姻，我之前的许诺依旧有效。没兴趣。你到底要什么？3万亿，未来的虚拟世界，我给你一个管理员的权限。陈阳说完就离开了，只留下陷入沉思的芬克。诺伯特从包厢的隔间走出来，坐在芬克的身边。这个陈阳真是不知好歹。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实施计划除掉陈阳？但我不打算跟幸福的合作了。父亲，我们想成为未来的领袖，而陈阳想成为的是人类第2世界的上帝。既如此，为什么不合作？您的意思是，如果陈阳成功了，那就让他成为主宰又如何？在他们都进入虚拟世界之后，这大好星球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那父老那边怎么交代？诺伯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要什么交代？陈先生，我考虑清楚了，合作是可以合作的。老登被我忽悠瘸了吧？条件3万亿完全可以，但是我们要利息24%的年息。若何？没钱，3万亿月息都得600亿，你看我值不值600亿？那我们要星海集团的股份抵押。不可能。陈先生，只凭借信誉借贷3万亿的无息贷款，陈先生觉得现实吗？那看来我们是没办法合作了。陆经理，送客。芬克先生，请吧。陈先生，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安心的保障罢了。我陈阳的信誉你还有怀疑？老芬克，我觉得你的思想有问题。芬克被气得猛咳2声，脸色涨得跟猪肝一样。我的思想有问题？你个小牲口，要不是你还有点利用价值，我们需要对你是否真的掌握相关技术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把钱打给你。多久？1年？不可能，5天都可能，最少也要1个月。成交1个月之后记得打钱。说实话，老芬克，你的态度我很不喜欢，现在我都有点不想跟你们合作了。陈先生，集团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会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在星海待1个月。你做梦！我们公司机密这么多，你派专业人士来是想要取吗？老芬克，你很狡诈。陈阳，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老芬克，你已经获得了我此前债主都没有的待遇，我能坐在这里跟你解释这么多，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看来我们是无法合作，还是送客吧。等等，不送专业人士，送一个门外汉总可以吧？陈先生，这是我最大的让步。行吧，老芬克，要不是看在你的态度好，我早走人了。是吗？那真是多谢陈总的包容了。好说好说。你真的要跟德莱集团合作？
合作那是我单方面赢2次，这就是那些资料。对，不过我们公司跟这些产业没有任何关系。你要这个资料做什么？收购啊。收购？你知道这些企业收购下来要多少钱吗？2000多亿，你要掏空公司吗？慌什么？芬克那老头的3万亿不是已经被我忽悠到了吗？那也是下个月的事情，万一他不打款，你怎么办？而且你还有那么多的债要还。小陆，我发现你不对劲。在陈阳的注视下，陆望舒的脸逐渐红了起来。他拿起资料隔绝陈阳的注视。什么不对劲？你怎么这么关心我？脸还这么红？你不会是……我才没有喜欢你，我就是怕你出了什么事。我上哪儿找这么高工资的工作？我先去工作了。还真是啊。陈阳一脸严肃地盯着电脑，站在一旁的姜丽海和陆望舒则是一脸懵逼。陈总，你大半夜的把我们叫到你家来，是为了帮你修电脑吗？陈阳一言难尽地看向一脸好奇的姜丽海和陆望舒。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聪明呢？这是我们新研发出来的智能 AI，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想说。智能 AI， 老板你来真的？当然，我什么时候做过无用功？主人你好，请从工业生产、网络信息、侦查监控、数据计算、智能方向中选择单个或多个方向。请注意，多个方向会导致惯性智能效果大幅度降低，建议选择1到3个方向。工业生产、网络信息、侦查监控。已录入，警告，检测到异常人员入侵。是谁？星海饮品公司总负责人王峰在使用公司网络时，翻墙进入了一个暗网网站，详细内容已截图，主人是否观看？智能 AI 的话音落下，这个房间都寂静了下来。姜丽海和陆望舒的脸色刷的就白了，陈阳也是一脸阴沉。陈总，你这个 AI 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可能会是王峰呢？对啊，王峰可是我们的第一批员工，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系统，你的技术会不会出现错误？系统从不出错。他不会出错。可是，你知道上次我约老芬克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吗？他跟我说，他要感谢我制造出来的生物能药剂，帮他攻克了休眠舱技术。怎么可能？当时生物能药剂在国内都不好买到，国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量的供他们研究？是啊，培育生物能药剂的微量元素配方，就那么几个人知道。老芬克是怎么知道的呢？连接投影仪。好的，主人。叽叽哇哇说啥呢？王峰跟暗网上那个叫犹大的人说，他好像暴露了，让犹大履行承诺，他人送他离开，犹大不愿意，让王峰留下，然后王峰就一直骂他，那个犹大就不理他了。真溜，竟然真的是他，真是笑人。陈总，您还给他涨到了600-700万的年薪，真是痴心错付。不会用成语就不要用。那现在怎么办？要抓他吗？抓他？不抓他。陈总，我知道您念旧，但是您也不能这样纵容他啊。您要是狠不下心，那我倒要好好问问这个鳖孙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急什么？我不抓他，是为了后天的虚拟世界技术发布会，我可是要送一份大礼给老哥。好，陈，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你。老芬克，你来了。陈，我们看到了你的诚意，3万亿我们已经筹集好了，合同我们也收到了，我马上让财务打款。也恭喜你，老芬克，相信在未来的不救，你定然会因为这次的合作而含笑。什么来着？含笑九泉。陈，你用错了词汇，应该是仰天大笑才对。抱歉，你知道的，我很忙，无异于学习文化方面的知识。这样，我送你一批书籍，上面有全世界的文化，看完了之后，你肯定会理解并认同我们的。好说，时刻盯着子公司账户，3万亿到账马上转给我。好，是时候兑换出改变世界的黑科技了。你什么意思？傅老用力地拍桌子站起身，坐在傅老对面的芬克悠哉地喝了一口陈阳送来的生物能药剂。齐瑞华一脸阴沉，王峰站在屋子中间瑟瑟发抖。傅先生，您的脾气怎么这么不稳定？这可不是一国一长应该有的气度啊！气度？你跟我说气度？当初我们说好的，我帮你找人当内奸，你把陈阳搞下去，技术我们平分。可现在呢？3万亿，那可是3万亿啊！你投资给陈阳了，我还怎么搞他下去？陈先生，我是个商人，商人重利不重情，这点你应该是知道的。芬克，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傅先生，我们可从来都不是一条船上的，是你求着我帮你，现在我不想帮了。傅老看着嚣张的芬克和畏畏缩缩的王峰，气得将桌面上的物品一扫而下。傅老，齐总，现在怎么办啊？当初你2位找我的时候，可是跟我说了，不会让我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我的船可不是你想下就能下得了的，走着瞧吧。
本日积分结算，恭喜宿主负债4万亿元，获得4亿积分。终于能把那些虚拟技术都兑换，这玩意一面世，我们就再也不怕那些小卡拉米的威胁了。陈阳打开兑换商城，爽快的在面板上乱按一通。虚拟世界，你爹来了！陈阳，你给我发的消息是真的吗？保真啊！陆启明倒吸一口凉气，满眼震惊的坐在陈阳的旁边。父老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当然算得上通敌买国了。安了，权力迷人眼，又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一心向前。这是什么好词吗？这怎么不好了？钱是个多美妙的东西啊！要是没钱，你能吃得起饭，穿得起衣服，开得起豪车吗？陆议长要是不要钱，倒可以分享给我，我要啊！主人，您下达的指令完成，请问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呢？休眠。好的。这是什么？钱。不是，刚才那个是什么？钱啊！陈总，您别闹我爸了。陆启明憋屈的神色顿时舒展开，陈阳瘪了嘴，起身任由陆望舒帮他整理衣服。我又没说错，这不就是用钱堆出来的吗？你们到发布会的时间了，我们快走。哦，你还站在这里干嘛？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呢？难道我家白菜又被拱了？陈总每次开发布会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次的新品防得这么严，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我听说，为了研发出这次的东西，陈总不仅跟上头借了钱，还跟那位借了这个数。30亿这么少？去，德莱科技的董事长可是全球有名的投资家，30亿就连我们都能拿得出来，陈总能看得上？那是多少？3万亿。这么多，难怪德莱科技上个月一直在筹钱。天哪，陈总这次要弄个什么大杀器出来？不管陈总弄什么大杀器，我这次可是准备好了钱，就等着借给陈总呢。欢迎大家来到星海集团的发布会。这次的发布会，我将给大家分享我们集团最近研究出来的2个黑科技的小玩意。这是生物能药剂的全息包装吗？咋回事？怎么这么小一瓶？之前还有25毫升，现在这个也就10毫升吧。陈总都说是新研究出来的，那肯定不是生物能药剂。我们听陈总怎么说。没错，这不是生物能药剂，而是我们集团在生物能药剂上进行改良加工的产品。陈总，到底是什么产品呢？是啊，陈总，您快说吧。这是癌细胞抑制液。当然，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这个能算是黑科技？毕竟它听起来只能抑制，不能治疗。陈阳的视线落到芬克僵住的笑脸上，陈阳的笑容更大。现在，我们就有请以身试药的宁老登场。芬克看向傅老，傅老皱紧眉头，一脸震惊的上下打量宁老。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搞定了吗？我怎么知道？我明明把那东西放在了他的床头。那现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真格癌细胞抑制剂的意思是彻底抑制达到根治？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没错，这款药剂虽然叫做抑制剂，但实际上它却能够彻底清除癌细胞。也就是说，未来不用手术，不用治疗，只需要注射癌细胞抑制液并搭配生物能药剂，就可以完美的、无伤无痛的治愈癌症。傅老在癌细胞抑制剂出现的时候就有不祥的预感，在大屏上的画面出现的时候，父子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谭，你这是做什么？我们可是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我可没有跟盗取公司机密的人当合作伙伴的兴趣。谭，这我可以解释。这次全场直接沸腾了起来，众人看向芬克的眼神里像是含了刀子。直播间的弹幕上骂声一片，就连站在芬克身后的那些德莱科技的高层都止不住后退了一步。陈阳，你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是呢。好，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们德莱科技可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陈阳能得罪得起的。陈阳皱眉挠了挠耳朵，对着芬克弹了弹。老壁灯，小点声，吓坏了我，你赔得起吗？我怎么赔不起？我可是……父亲，公司被冻结了，公司被冻结了。你说什么？陈阳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将刚才发布会上的一切全都直播了出去，甚至还有什么？你倒是说啊！还有您当时将放射性物质放到您妈房间的事情，也全都被他给直播出去了。现在全球所有能连上网的物品全都在播放。怎么可能？当年的视频我已经彻底消除了，他到底是怎么？不知道刚才的开胃小菜，大家还满意吗？资本 A 开胃小菜这么伟大的发明，竟然只能算开胃小菜吗？资本 B 那另一个箱子里装的到底是多么可怕的发明？看来大家都很满意。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欣赏今天的正菜——虚拟世界。怎么可能？你不是只创造出了智能 AI 吗？怎么可能？所以你早就知道王峰是内鬼，
你没有抓他，就是为了今天。陈阳，你骗了我，你不讲信用。哪里的话，我哪有不讲信用？你要放人进我公司，我让了吧？你想考察我们的进度，我也告诉你了吧？虽然没告诉全，但是我告诉你了吧？这怎么算没有信用呢？我好着呢。不过老芬克，你可能就要不太好了。芬克先生，你涉嫌谋害我国高层，我方已跟贵国首相交流，你现在由我国接管，带走。不是这样的，陈阳，我们当时签了合同的，我借你钱，你要分我一个管理员的位置，你不能出尔反尔。没出尔反尔啊，我可是在里面专门给你留了一个监狱小组长的位置，用来管理跟你有关系的这些罪犯。我对你好吧？对了，你不是很好奇，明明当年的监控你都删除了，为什么还能被播放出来？是你编造的，对不对？听见没？当年的监控都删除了，你们根本没有证据指认我。现在立刻马上放开我，带上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料你也猜不到，当年你将放射性元素放在父老房间的一幕，全都被齐瑞华给看见了。刚好我的虚拟世界有一项功能，那就是记忆搜索。当然，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我已经将其上锁，并将密钥1式3份上交了。所以大家以后若是想犯罪，可得好好思量思量。终日打雁，却被雀啄了眼，老夫认了。陆启明神色莫测地看一眼父老，欲言又止，最终他只是一挥手，特警便将对着陈阳破口大骂的德莱集团已经闭眼认栽的父老等人给带走了。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了，不然还不知道父老会做出什么劳民伤财的举措出来。说这些不就见外了？所以上头打算借我多少钱？德莱科技的3万亿还不够你用的吗？算盘都打到国家的头上来了。此言差矣，这是借，我又不是不给分红。虚拟世界都做出来了，你还要借钱做什么？眼光打开，我们的征途可是星辰大海啊！